迷迷糊糊中，修罗然被打斗的声音吵醒，可他眼睛却睁不开，身子也动不了。修罗然惊觉他被下药了，还有这身体不是他的，有利剑或飞刀之类的冷兵器飞过来。他身边的人发出一声惨叫，哀嚎着就跑了。我不是做任务回来的路上被恐怖组织的流弹给打死了吗？这是哪里啊？这应该不是地府吧？那么那刚刚过来的人是想要杀我？哈，想杀我，别让我知道你是谁。修罗然感应了一下，他的小空间还在，里边的东西也在，他放心了。他的后脑勺特别疼，应该是有伤，头很晕，浑身无力，抬手都费劲儿。作为一名优秀特工，他敏感地察觉到身边有人，还不止一个，也不知是敌是友，还是静观其变吧。师姐，要杀咱们的人被打跑了，你快点。我知道。听声音，说话的是2个年纪不大的女人。紧接着，修罗然就感觉嘴里被塞进了东西，一股浓烈的中药丸的味道在他口腔中弥漫开来。靠，这是痴呆丸！修罗然不只是特工，他还是一个精通中医的外科医生。那药丸一进嘴，他就知道这药丸的功效了。怎么的？是想要把我变成傻子吗？哼，妄想！修罗然很着急，他顾不上别的，嘴巴使劲动了动，想把嘴里的药丸吐出来。可是他的嘴马上被一只有檀香味的手捂住了，他吐不出来。修罗然片刻之间，脑海中闪过了好几个念头，他头一歪就晕了过去。师姐，这丫头又晕了，她被杀死就好了，咱们就省事了。闭嘴，有人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有人跑了过来。你们都没事吧？我们没事儿，多谢你们相救。他也没事吧？放心吧，这丫头身体不太好，她只是晕过去了。那就好。过这片树林，再往前走4、5里路，就到京城南门了。知道了，谢谢恩公。师妹，快帮我把这死丫头抬上马车。2个女人把修罗然丢进车厢里，就坐在车辕上赶车了。师姐，咱们把人送到了，要在镇西侯府住一宿再走吗？你是不是傻？这死丫头已经晕了，脑后的血窟窿还流了那么多血，不论侯府是不是重视她，都会给她请郎中。还有，你没忘记那血窟窿是怎么来的吧？那咱们把人送到，就马上往回走。就算郎中查出下药的事，要找人算账也是找住持，跟咱俩没关系。如果他们问起血窟窿，咱们就推到流寇身上就好了。反正那时候他已经傻了，也不能和咱们对峙。师姐，你知道救咱们的人是谁吗？不知。马车向前走着，再就没有人说话了。车厢里，装晕的修罗然已经把嘴里的药丸吐了出来。你们2个秃驴，血窟窿的仇本姑娘也记下了，还要问什么住持？你们给我等着！脑海中涌出大量原主的记忆，修罗然确定，他穿越了。镇西侯府主院，镇西侯修远仓的房间里，侯爷，小姐喝了药已经大半个时辰了，应该快醒了吧？一个很美丽的女人看着床上双目紧闭的修罗然，一脸关切地问：该死的老贼你！今天是小女儿的生日，说好的，她生日第2天，她会派人去安里接她回家。这个死秃瓢，竟敢提前把洛然送了回来，让她遭了这些罪。看着小女儿这精瘦的小脸儿、瘦弱的小身板，还有这一脸菜色，修远仓就气满胸膛。旁边轮椅上的青年相貌极其清俊。爹，刚刚太医说妹妹很快就能醒来了，你别着急。策儿，是咱们没照顾好你妹妹呀。爹，妹妹现在已经回来了，以后咱们好好照顾她，宠着她就是了。太医说你妹妹被饿了2天，还被下了肌无力的药。该死
死的苦方，咱们侯府每年大笔的银子送到他们庵里，他却把你妹妹养成了马杆，竟然还敢下药。爹，目前最重要的是妹妹的身体，苦方的账咱们慢慢和她算。那两个尼姑说他们路上遭遇流寇刺杀，被人救了，这事儿你怎么看？爹，妹妹他们遇袭的地方距离京城南门不到10里，哪来的流寇啊？就算是真有流寇，他们会到京城附近来找死吗？侧儿，动用关系好好查查，杀人和救人这2伙人。咱们侯府不能白白吃了这个哑巴亏，也不能受人恩惠却不闻不问。是。修令策答应着，其实他心里已经有谱了，很明显的事儿，不是吗？侧儿，你妹妹身体很虚弱，需要好好进补。你说要不要请一个擅长调理姑娘家身体的郎中进府，给她好好调理调理呢？爹，这个还是等妹妹醒了，咱们看看情况再说。一个下人走到门口，弯腰道：侯爷，西院的二夫人带着3个小姐，说要进来看看小姐。告诉她，小姐还没醒，让他们改天再来。是。爹，这段时间你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守着妹妹吧。怎么，你怕公事再来害你妹妹啊？爹，怎么说我也是个晚辈，腿又不方便，如果二婶执意要做什么，我也没有能力阻止。公事他敢？爹，不得不防啊。你说的对，我会从小旗营挑4个胆大心细武功又好的人给你，你听着，不管是谁胆敢对洛然不好，就给我往死里打。床上早已醒来，静静听他们说话的修洛然心里暖暖的。他前世是孤儿，不知道有家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可现在他体会到了。前世孤苦伶仃，今生他有爹有哥哥，而且他们对他都很好，他很满足。修洛然慢慢睁开双眼。侯爷，大少爷，小姐醒了。洛然，你醒了，快告诉爹，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洛洛，我是大哥，你还有2哥、3哥和1个弟弟，他们现在不在家，等他们回来了，我叫他们来见你。哇，好俊的大帅哥啊，人俊，声音也超级好听。他这辈子，不是算上前世，就是2辈子都没见过比他更俊更帅的男子了。爹爹，大哥，洛洛，快告诉爹，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侯爷别急，等我把小姐扶起来再说话，那样会舒服些。我来。修远苍一步跨过来，轻轻把修洛然扶起来，让他靠坐在床头。原主这身子也太弱了，自己都坐不起来。看到女儿一直盯着红英看，修远苍指着那美丽的女人：她是红英，你叫她红姨就行。修洛然明白了，这女人应该是父亲的一个姨娘，也不知道父亲一共几个姨娘。红姨好。好，小姐也好。洛洛，告诉爹，你想喝水吗？饿不饿呀？爹，我想要喝粥。好，爹马上叫厨房给你熬粥来。侯爷我去吧，太医走了以后，我就叫人熬上小米粥了。哎呀，还是你心细，那你快去。是。红英很快就端来一碗熬得喷香的小米粥，修洛然都给吃光了。他摇摇头表示不要了。听说你家小姐醒了，我们娘儿4个来看看。我刚刚端粥的时候遇到了红贵，他问我端粥给谁喝，我说小姐醒了，给小姐喝的。红贵，她不是主院的丫鬟吗？修令策看父亲不高兴的样子，似乎是不想让二婶和3个堂妹进来。爹，妹妹回来了，二婶他们早晚都要来见见呢。行吧，让他们进来。很快，修洛然看到一个打扮得很端庄的女人，威风凛凛的带着3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走了进来。大哥，洛洛，这个是二婶和你3个堂姐。阿婶，洛洛是吧？回来就好。听说你身体不太好，先好好养养，等养好了身子，就来我家找你姐姐们玩。如果缺什么少什么了，也别客气，只管跟二婶说，二婶帮你置办。谢谢阿婶。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来，有几套你姐姐们没上身的衣服，你先穿着，我马上就安排人给你做新衣服。还有一些女孩子用的东西，脂粉呀、首饰啊、内衣的，你将就着用，我再慢慢帮你弄好的来。阿婶费心了。洛洛呀，咱们是一家人，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吗？
好了啊，我也不打扰你们说话了，有空就到西院来玩啊。好的。说完，他带着3个女儿袅袅挪挪地走了。走到门口，一个穿桃红衫子的姑娘回过身，定定地看了修罗然一眼，不屑地撇了撇嘴，这才跟着他娘出去。哎呦喂，看来以后的生活会很精彩，我可真是有点期待住了呢。修远仓看向门口，女儿回来了，有些规矩，有些事情也是时候该变变了。策儿，洛洛刚回来，很多事情不清楚，你和他详细说说。是，父亲。洛洛，你有什么想知道的吗？妹妹从一出生就离开家，到现在已经15年了，千言万语，修令策不知该从何说起。大哥，你随便说。房间里，哥哥在说，妹妹在听，偶尔还问上1、2句。天鹤王朝，京都9地城，皇宫舒心宫。淑妃歪在榻上喝了口香茶，对坐在一旁的儿子，也就是4皇子易敬阳说道：阳儿，我听你身边的人说，修家那丫头回来了，你和她的婚约是你父皇定的，不能轻易退婚。那丫头当年被送到安里，京城传得沸沸扬扬，都说她是个痴傻的孩子。母妃知道你不愿意，可他爹镇西侯是一代名将，很有影响力。他大哥虽然残了，可也是足智多谋。他二哥状元出身，母亲在翰林院，将来前途不可限量。你娶了那丫头，他们都是你的助力。易敬阳听着母妃的话，眼前闪过了一个画面，一双眼睛紧闭着，脸颊塌陷，身材干瘪的丫头躺在血泊之中。如果不是他胸膛还有起伏，肯定会以为是个死人。傻不傻的且不说，就这副样貌还想做我的王妃？哼，给强儿提鞋都不配，父皇定的又如何？这婚我是一定要退的。母妃，我心里有数。好，那母妃就不唠叨了，你去吧。修罗然随手翻看着二婶宫氏送来的东西。宫氏这不就是欺负我在尼姑庵里长大，没见过好东西，没见过什么世面吗？现在整个镇西侯府的内宅是宫氏当家，大房2房内宅的事情也都归他管。难怪那天宫氏一副施恩的嘴脸，让他缺什么都找他要呢。宫氏二婶，你好啊，你很好。小姐，西院2夫人派人给小姐送来一个丫鬟，让他们进来吧。护卫轻轻打开门，走进来一个漂亮伶俐的小丫鬟。这是二婶宫氏送给我的丫鬟，我怎么这么不相信呢？小姐，我们夫人让我给小姐送一个丫鬟过来。我们夫人说，小姐对付着先使唤着，她再给小姐慢慢挑好的。1个肯定不够，怎么也得4个。不过这就需要时间来挑选了，还请小姐不要着急。漂亮丫鬟说完，往旁边一闪，一个穿着青绿衣衫、身材壮硕的女人走了进来。这是荷叶成精了吗？还有长得这么圆的人？随后她就笑了。哎呀，这才对嘛！你们夫人这是把个媳妇子送来给我当丫鬟？回小姐，傻妞今年才14，没成亲呢。14？这女人黑乎乎的一张大饼脸，满脸黄斑，哪里像14了？倒像个40的吧。辛苦你了，你回头去替我对二婶说声谢谢。漂亮丫鬟走了，门也关上了。傻妞走到修罗然面前，笨拙地跪了下来。以后我会好好跟着小姐的。小姐，你一定要注意你二叔一家，尤其要小心二夫人和你3个姐姐。二婶啊，你这招本姑娘有些接不住啊。宫氏这搞哪一出啊？派个人来假装投诚，其实是当卧底过来监视我。看到修罗然认真思考的样子，傻妞小声说：我进府第2天，二夫人的娘家侄儿来侯府玩，要非礼一个丫鬟。那丫鬟拼死反抗，被打死了。我吓坏了，就往花园跑，结果掉进水塘里，当天发烧，烧成了傻子，又被二小姐灌了药，就一直在杂物房刷夜壶，干些杂活。你是说，你从那时起就一直在装傻？是。好，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我这儿暂时不用你服侍，你自己好好收拾一下。是小姐。公氏当家以后，爹和二叔很少插手内宅的事情，我和你二哥三哥都是晚辈，也不好出头。大哥，二叔一家现在是不是吃穿住花销等等都是咱们大方的？是。咱们养着他们一家，公氏却当着咱们的家。大哥，咱们大房不欠他们二房什么吧？不欠。大哥，你实话告诉我，公氏当家这事儿爹到底是怎么想的？娘生了你就去了，爹无意再去。虽然红姨在照顾家里和爹的生活，可她毕竟是个姨娘。官场同僚和亲戚朋友家中有红白喜事需要女眷出去应酬的时候，咱们侯府总要有女主人出席，这就是公氏当家的作用和报酬。看来公氏是当家久了，真把自己当成是这侯府的女主人了，居然还想要摆布我的生活。啊不，他只是想试探父亲和我们三兄弟对你的态度。是不是你们对我好他就收敛一些，你们对我不好他就要把我踩进这烂泥里？差不多吧，你三个堂姐是同一年出生的，他们姐三个老大老二是双胞胎，老三是庶出。有一次公氏提出想要把老二过继给父亲，他说就是你回来了也不影响什么，反正你是最小的。过继过后，老二就是父亲的嫡长女，你回来就是嫡次女，我和父亲坚决不同意，我们又不是没有妹妹，干嘛要过继？原来还有这事儿啊！那我回来了，不是挡了二堂姐的路？可以这么说吧。大哥，你告诉爹，咱们大房内宅的事情从今天开始我来管，我和公氏如果杠上了，你们就必须站在我这边。洛洛，你能行？必须能行。好，那我就和弟弟说说。修罗然很高兴，他招手叫修令策上前来，一把抓住修令策的手，就开始诊脉。妹妹这是在干嘛？她会把脉。大哥，你的腿是被砍断了没接好是吧？她竟然真的会医术。大哥，你怕疼吗？洛洛，大哥不怕疼，你告诉大哥是不是能治，能站起来就成。大哥，你就这么相信我啊？不怕我拿你的腿练手啊？不怕，你尽管练，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大哥，你的腿被你保护得很好，你应该是经常按摩腿吧，肌肉没有萎缩，你会武功，你的身体素质好，你的腿虽然是被截歪了，但是别的地方倒还是挺正常的。大哥，你拿纸笔过来，我念你写，把我要的东西准备齐了，就可以给你治腿了。修令策拿来了纸笔铺开，修罗然念，他来写。你俩干嘛呢？策儿，你在写啥呀？修令策把手中的纸递给修远仓。需要这么多草药？策儿，你哪里不舒服呀？草药后边的这些东西你要干嘛用啊？你想练杂耍呀？洛洛说用这些东西能治我的腿。什么？洛洛呀，爹知道你心疼大哥，可咱们做事要脚踏实地，不能做那些虚头巴脑的事儿。我哪里看着像是不脚踏实地啊？你大哥当年是为了救我才变成这样的，他受了很多苦，我不想让他再受苦了。爹，如果我说大哥的腿我有90%以上的把握能够治好，你让不让我治啊？洛洛，你大哥的腿我一直没放弃，我还在寻找名医，等名医找到了，我跟人家求情，让你跟着打下手，给你哥治腿怎么样？哎呀，乖闺女啊，你就放过你大哥吧。爹，你最近是不是经常肚子疼，一阵一阵的，疼的都直不起来腰，还便秘？你告诉他的。不对呀，我没和任何人说起过呀。洛洛，你怎么知道的？哼，我可是神医，神医，就你这病我看2眼就知道。修诺然说完，抓过桌上的纸笔，刷刷刷开了一副方子。这药呢，抓2副，每副3碗水煎成1碗水，早中晚分3次喝下，喝完你的病就好了。那抓药去吧，记着啊，喝药期间忌荤忌辣。修远仓拿着方子，被女儿忽悠着出了屋。大哥，你继续写，还有好几样都没写呢。写完之后，修洛然问他，这些东西你多久能够准备好？3天。大哥，东西准备好了以后啊，就先放在我这儿。有很多东西呢，我要先处理一下。我这身子太弱，至少也要再养个半个月才能给你治病。这半个月你就天天来我这儿吃饭吧，咱俩一起养身子。好。大哥，你相信我，只要你不怕疼，我保证半年之后你定能健步如飞，骑马射箭根本就不在话下，你想要上战场都行。小姐，你快看看去吧，莫秋在大花园里跑圈，被二小姐打了。被人打了？你们跟我来。4个高大的护卫跟在娇小的小姐身后，一起向府里的大花园走去。把莫愁拉过来，他们打了你几下？喂，修罗然，你的衣服在哪里做的？去打二小姐10巴掌，踢那几脚就算了。修尔然愣住了，
什么？修洛然居然叫护卫打他？他敢！紧接着一阵扇耳光的声音就响了起来。等修尔然反应过来，护卫的耳光都已经扇完了，修洛然这才带着莫愁和护卫慢慢往回走。你们是死人啊，还不快来扶着我回去！修尔然疼得要死要活的，可他脸上并没有太重的伤痕，只有轻微的潮红。大花园里人走声消，在花园里一棵不显眼的大树上，一个蒙面男人把这一切都看了个清楚。不错。男人说完，从这棵树轻轻一跳，跳到另一棵树，几个起落就翻到了高墙外，不见了踪影。咱们天鹤王朝皇子众多，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前3个皇子已经大婚，4、5、6、7皇子还没定亲。娘，你是不是忘记了？东院那个不就是4皇子的未婚妻吗？哎呦，你不说我还真给忘记了，就那颗豆芽菜，哪里配做皇子妃呀？可和你大伯那个老糊涂蛋死脑筋，我想把尔然过继给他，他们父子死活不同意。我寻思着把他过继给你大伯，有个显赫的身份，没准儿能嫁个好人家。娘，二妹其实不错的，如果能遇到她喜欢的人，她肯定会很温顺的。依然，东院那丫头刚回来，是个啥样的人咱们还不清楚，她在安堂长大，肯定是又渣又土，没有什么学识，你大伯可能是看不上尔然。等有机会了，我和他说说，把你过继给他。我相信如果4皇子见了那丫头啊，肯定也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到那时候可就是你的机会了。修依然突然愣住了，娘在说什么啊？娘在盼着修洛然被退亲，然后把他过继给大伯，顶上这个缺？这叫啥呀？姐姐为了嫁入皇家抢了妹妹的爹不算，还要抢妹妹的亲事。修依然正想劝公氏打消这个念头，门外就传来了哭喊声。东院那死丫头居然叫护卫打了尔然，为了个丫鬟妹妹就敢打姐姐，真是没规矩没教养。等你大伯回来，我一定找他说说理。娘，我看还是算了吧。尔然什么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嫉妒傻妞比他好看，给傻妞喂了药。你去找大伯，万一大伯问起他们俩的过往，牵扯出以前灌药的事，对尔然的名声不是不好。你放心，我知道轻重，正好借着这件事情看看你大伯和修令策的反应。啊？啥反应啊？哎呀，你别问那么多了，反正娘是不会害你们的。二夫人，侯爷回来了。东院的大少爷在家没？回夫人在家，说是和侯爷一起进了书房，要说话呢。跟娘走，娘给你讨公道去。公氏拉着修尔然来到主院修远仓的书房，他刚刚坐下没多久，修洛然得到消息就带着莫愁进来了。洛洛，虽说你是在安堂长大的，可你毕竟是侯府小姐，这该有的规矩还是要有的。你进了这屋子，你爹和我还有你哥你堂姐都在这儿，也不见你行个礼问个好，这可不对。二婶，这是怪我没有给你行礼了，我这不是还没有来得及行礼吗？就把二婶你给教训了。说到规矩，我爹堂堂一品镇西侯，以前还执掌过兵权，统领几10万大军。我爹的书房说是军事重地也不为过。二婶，你带着女儿都不经过通传就闯了进来，你这是哪国哪家的规矩啊？就算我爹现在没有兵权，他也还是镇西侯吧，也还是你大伯哥吧。你带着未出阁的闺女，随随便便就能闯入大伯哥的书房，这合适吗？这是我哥在这儿，万一要有什么外男也在，二堂姐的名声还要不要了？她将来怎么嫁人？如果我爹正在这里和幕僚谈国家机密，你贸贸然的闯了进来，这机密泄露了算谁的？二婶，这就是你所谓的规矩啊？修远仓和修令策佩服地看着修洛然，心中暗暗称赞，怼得好啊！公氏被修洛然的这番话说得有些面红耳赤。他瞪着修洛然，半天说不出话来。你个死丫头，安堂出来的贱人，不许你说我娘！二婶家里好规矩啊，二堂姐可真的是好教养。死丫头，你说什么呢你？二堂姐啊，你可真傻，你没发现吗？我发现啥？你说，我发现啥？我只是你娘的侄女，她都要求我学规矩了，那你是你娘的亲生女儿，就这么豪放，这么没规矩，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尔然，跟娘回去，你大伯这里很忙的，咱们别打扰他们了。你说呀，为什么？你和修依然是双胞胎，你娘把她教的知书达理，端庄大气，就是想要给她找一门好亲事。至于你，饿不死冻不着，随便长大就行，啥也不用教。你这么粗鲁，这么无知，那些才俊肯定看不上你啊，你就不会抢走修依然的亲事了。还有啊，
萧依然找到好亲事，家里的钱财都给她做了嫁妆。你呢？肯定嫁不到什么好人家，随便给一点就行了。怪不得你把大伯娘的嫁妆都弄到咱们家来，原来就是想……院子里，萧昂然被公氏捂着嘴就拽回了西院。你娘的嫁妆被公氏拿走了，他拿了多少？爹，这个我心里有数，我都记着账呢。娘的嫁妆将来是要给妹妹添妆的，谁也不许动。那就好，看来不能再让公氏当这个家了。爹，要不我来当呗？你能行？哎呀，能行的。好，那就你来当。不过夺权的事儿你自己来。侯爷，4皇子、5皇子、7皇子来了，都在大门外。爹，我是不会嫁入皇家的，我不怕退亲名声不好。如果4皇子他们这次来真的是为了谈亲事，我是一定要搅黄的。你们也必须要配合我，我保证会顾全皇家颜面，不给家里招祸。你想好了？你真的不想嫁入皇家？真的。好，那爹配合你。说完，萧远仓出去迎接众皇子。别说什么皇家了，其他那些大家族我也不想嫁，我可不想成为困在后宅的女人。修罗然走出书房，对一个护卫说：你马上叫人把通向西院的所有门都给我看住了，西院的人除了我二叔，谁也不许放出来，就说是我爹的命令，谁要是敢不听就直接给我打，快去。护卫跑去找人后，修罗然心急火燎地朝自己院子奔去。此刻萧远仓的书房里，4、5、7三位皇子依次落座。实际上4皇子易敬阳今日前来镇西侯府，是打算退婚的。在来的路上，易敬阳恰好遇到了5皇子易敬玄和7皇子易敬阁，便拉着他们一同前来。萧远仓父子正思索着该如何开口，就在这时，一个红色的身影冲了进来。爹，前几天你给我的500两我已经花完了，再给我1000两呗。我要买首饰、买衣服、买脂粉。哦，对了，我还要再买几个丫鬟陪我玩。就我和莫愁2个也不热闹啊。萧远仓和萧令策已经被修罗然的装扮吓住，惊愕地说不出话来。只见修罗然一身鲜红的袍子，同色的腰带紧紧束在腰上，让他那本就瘦弱的身材变得更加纤细了。这也就罢了，不管咋说也还算正常。吓到萧远仓父子俩的是修罗然的头和脸。修罗然在普通发饰上盘了个高高的发髻，上边乱七八糟插满了金银头饰。更夸张的是修罗然的脸，抹了一层白粉，涂着亮眼的腮红，还画着2条粗细不均的眉毛和深色的眼线，还有那为了显嘴小描得红红的圆嘴唇。苍天啊，这装扮跟那演鬼片的相比，就差一条红舌头了。萧远仓和萧令策的第一反应是吓到了，第二反应就是想笑，可是呢，这环境不允许，他们就只能生生憋着，当真是忍得好辛苦。萧令策假装很生气，把头扭到一边去，其实呢是不想让几位皇子看到他眼中的笑意。把上手坐着的3位皇子吓了一大跳。爹，你别生气嘛，这钱他也不经花，那一撒手嗖的就没了。不过我买了好东西啊，首饰啊、衣服啊，我都穿上戴上了，你瞧好不好看？洛洛，这有外人在，你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修罗然假装才看到3位皇子，一脸惊艳，挨个看了看。爹，他们真好看，真俊啊！他们是谁啊？放肆！洛洛，来，见过几位皇子殿下。皇子？大哥，我的男人啊，不，我的未婚夫不就是皇子吗？是哪个啊？来，洛洛，这位就是4皇子殿下，你的未婚夫。修罗然来到易敬阳面前，看到他眼中满满的厌恶，他很夸张的大叫：不愧是我的男人，他比起他俩都好看。哎，你这衣服也好看，爹，快给我钱，我现在就去买一件和我男人一样的猪血色的袍子。洛洛，那是枣红色。哎呀，我知道了，反正就是这色儿呢。修令策轻轻拉过修罗然，对阴沉着脸的易敬阳说：四爷，你应该是找我父亲的吧？那我就领着妹妹买衣服去了。你们也知道，他在安堂长大，学识浅陋，冒犯之处还请几位爷多担待。易敬阳看着化了鬼妆满屋乱窜的修罗然，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这就是他未婚妻，这就是父皇给他定的王妃。那大街上随便拽个女人都比他强吧，也不知道他父皇当初怎么想的，
应该不能是只看中了镇西侯府的权势吧？他躲开那辣眼睛的东西，看向修远仓。侯爷，我今天是来商量和令爱的婚事的。既然是商量婚事，洛洛，你的事情你也坐下来听听吧。修洛然被修令策拉着坐在修令策身边，就算坐下了，他也不老实，明目张胆盯着3个皇子看。机会难得啊，他一定得看个清楚，说不定哪位就是将来的皇上呢。这5、7皇子都比4皇子俊朗贵气，除了易敬阳拉拉着驴脸，5、72位皇子眼中都是浓浓的好奇。看修洛然坐下了，修远仓说：四爷，有什么话你尽管说。侯爷，我和令爱的婚事是我父皇定下的，这是不会变的。令爱的情况呢，不用我说，你们自己也清楚，恐怕她还担不起王府当家主母的担子，所以大婚当日我要同时迎娶2位平妻。大哥，啥叫平妻？就是和你差不多平级的妃子。那我和俩平妻谁大啊？自然是你的，你可是皇上赐婚。那行，我大就行。爹不是说王府里不可能就我一个女人吗？反正我大，到时候过了门，我坐着他们就得给我站着，我站着他们就得给我跪着，不听话就打。爹，等我嫁到了王府，你可得给我几个能打的，别打不过了再吃了亏。四爷，还有什么你不妨都说出来。哼，算你识相。成亲以后，平妻和侧妃都要过继到令爱名下，不过要由他们的生母自己抚养。行，反正我也不愿意带小孩，谁爱养谁养。王府的事情呢，也不劳令爱费心了，由侧妃打理就行。大哥，他啥意思啊？就是不让你管家。啥？你这个混蛋！我可是你王妃，你娶什么平妻过继这破孩子，我可以不在乎的。可你不让我管家，你是要饿死我的吗？不管家哪来的钱花？没有钱我还嫁给你干什么？洛洛，别胡说，四爷可是皇子。皇子怎么了？皇子不是男人吗？男人不是得要养家吗？娶的媳妇不是管家的吗？易敬阳看着跳着脚泼妇骂街一般的修洛然，扭过头去，不可理喻。别以为我听不懂你在骂我啊！我告诉你，别的都行，不让我管家就不行。你看看哪家不是男人挣钱媳妇管家？哼，我不但是要管家，我还要管你。你要是敢给我出去吃喝嫖赌，你就给我试试，不扒下你一层皮内就你吊着半斤肉。还有啊，我还要多多的聘礼，等我回去弄个单子给你。四爷是吧？你给我听好了啊，少一样也不行。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自己看看你这副模样，你这做派哪有一点王妃的样子？你的学识呢？你的教养呢？四爷，那你觉得谁有王妃的样子呢？四爷，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想退亲，怕皇上生气，故意提些苛刻的条件，让我们闹腾起来，你就有退亲的理由了是吧？退亲？哈，他好大的狗胆！皇上赐的婚他还敢退？我不退啊，我就要当他王府的女主人，我就要当家。还有，我改变主意了，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能来当他的平妻，除非我死了，否则他的王府除了我，别想再有其他女人。原来不只是个蠢妇，还是个妒妇。大哥，啥意思啊？他说你愚蠢就是说你傻，说你嫉妒就是不能包容别的女人。啊！你说我丑说我脏都没关系，你竟然敢说我傻！我这么聪明，竟然敢说我傻！我小姐给。修洛然四下寻摸着，也没有找到什么趁手的东西，一直站在门边角落里当透明人的莫愁给修洛然递来半盆水。修洛然接过来就泼到了易敬阳身上，当时就把易敬阳泼了个透心凉，然后他一把把身边的椅子抓了起来，对着易敬阳就打了下去。这可把修远仓和修令策吓坏了。住手！洛洛别打！他们的话哪有修洛然的动作快？眼看着那椅子就要砸到易敬阳脑袋上了，易敬阳没想到修洛然居然敢用水泼他，他站那儿正抖着衣服上的水珠呢，完全没有注意到修洛然的椅子已经砸下来了。一抬头，椅子到了，他想伸手去挡，却又怕椅子砸伤。正犹豫时，身边的五皇子易敬玄站了起来，抓起他坐着的椅子就迎了上去，两把椅子猛烈撞击，发出了很大的声响。修洛然手里的椅子断了，他扯下椅子腿儿，用力地向易敬阳扔去，却又被五皇子用椅子挡住了。五皇子放下手中的凳子，你滚开！他敢说我傻？你看我今天不挠了他满脸花！四爷，强扭的瓜不甜，
既然你看不上小女，明天早朝我和侧儿上金殿磕头向皇上赔罪，同意退婚。以后咱们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三位爷，请吧。爹，我不退亲，我不退，我要当王妃。易静阳啥也没说，起身就往外走。不管咋说，今天的目的是达到了。五皇子易敬玄走到修洛然身边的时候，认真看了看修洛然盘起的高髻。滚！奢妹失礼了，还请多多包涵，多多包涵。无妨。易敬玄的嘴角含着意味不明的笑，向门口走去。修远仓送人回来，看着修洛然，你演得不错。跟真的一样。不是有句话叫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的吗？哎呀，洛洛啊，你说万一这五皇子不打那一下，你把那四皇子砸伤了，可如何是好？大哥，不只是五皇子，就那个七皇子，那也是一身好武功，恐怕只有那个混蛋四皇子是个草包。你咋看出来的？我不告诉你。咋看出来的？自然是因为他前世经常练武喽。修远仓和修令错自然也看出武七两位皇子身上是有功夫的，他们怕的是两位皇子袖手旁观。小姐，这脸不好看。哎，你哪弄的水？看小姐的花脸，客人走了，小姐肯定要洗脸呢。我就悄悄出去打了半盆水。做得不错。爹，大哥，那我回去洗洗脸啊。修洛然说着，带着莫愁一起走了。书房里看到你妹妹这样，我也就放心了。她这性子呀，以后到哪里都不会吃亏的。爹，有咱们在，也不会叫妹妹吃亏。看来她当家应该没问题。我倒是很期待她治好你的腿。上次她开给我的药就很好，现在我肚子已经不疼了。你的腿如果治好了，我就是死也能闭上眼了。我也很期待啊。爹，也不知道他跟谁学的医术。侧儿，有些事情洛洛如果不说，肯定有他的顾虑，能说的他肯定会告诉咱们，所以啊，你啥也别问，知道吗？我知道的。希望明天早朝皇上能同意咱们退婚。这就看四皇子的决心大不大了。双方都同意，皇上应该会答应吧。侧儿，咱们不能全指望四皇子，咱们自己也应该做好万全的准备。你妹妹不想嫁入皇家是对的，皇家的媳妇儿哪儿是那么好当的呀？尤其是现在大局未定。四皇子，爹，洛洛遇刺的事儿，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再说。父子俩坐到一起，商量着明天早朝应该怎么应对。修洛然恢复了原来的装扮，他来到西院，准备找宫氏要点钱花。西院里，宫氏的房间，宫氏和修依然、修尔然娘仨正在说角门被堵的事情。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像是你大伯能做出来的事儿。娘，你是说是大堂哥不让咱们过去的？丫鬟说有几个皇子去了东院，他们堵着门不让咱们俩几个过去，这不是怕咱们抢了那个死丫头的亲事？二夫人，东院小姐来了。那死丫头来干嘛？叫她滚回去。尔然，你去找你三妹玩去吧，别在这里打扰娘做事，去吧。修尔然不情不愿地离开了。不久，修洛然进来了。二婶，我想要买东西，来支点钱。洛洛，你要支钱啊？有，我听说你们东院今天去了好几个皇子啊，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啊。哪几个皇子去了？有啥事儿吗？我哪知道啊，我又不认识他们，也没跟他们说话。哎呀，二婶给钱，我拿了钱就走。洛洛呀，不急，我们这边的门。你不急我急啊，我急着买衣服买首饰买好吃的，再不给我钱这天都要黑了。我只是想问问你，你们那边你给不给钱？不给钱我就找我爹要去。哎呦，看你急的，说吧，要多少啊？先拿个1000两吧。啥？1000两？你叫啥子叫？我花你家钱了吗？1000两怎么了？我还不要1000两呢，给我5000两，快点。你这孩子怎么说急就急了呢？哎，我这就去给你拿钱啊，1000两行了吧？那你快点啊！宫氏拿了1000两银票过来，修洛然收了起来。我们家的钱你们随便花就行，我来拿的你就不想给啊？你有什么资格不给？是你家钱吗？修洛然一说完，摔门就走了。
看修罗然走远了，宫氏气得把桌上的杯子都扫到地上。娘，你气啥呀？他说的不对吗？那人家家的钱，你凭啥不给人家呀？你说的对，我不能生气，生气也没啥用。皇宫，议政殿，早朝，皇上坐在龙椅上，把下边文武百官的举动都看了个清清楚楚。好久不上朝的修远仓，今日居然带着长子上朝来了。父子二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修远仓突然跪了下来，修令策一看，也想摆脱轮椅跪下来，却被皇上制止了。九爱卿，起来说话。谢皇上。皇上，老臣是带着长子请罪来了。九爱卿啊，此话从何说起呀？皇上，老臣父子二人今日来请罪，二人退婚。紧接着，修远仓就把易静阳到修家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一点都没有添油加醋。皇上，小女在安堂长大，在那里整整生活了15年，回来的路上又遭遇刺杀，头磕了个大窟窿。她身体本来就不好，瘦得像根麻杆一样，加上受到了惊吓，整个人都蔫蔫的。四皇子啊，倒射下来，他很高兴，可是他打扮上不是很得体，言语上对四皇子多有冒犯，甚至还动手要打四皇子。四皇子看不上他也是情有可原，四皇子说的对，小女学识浅陋，相貌不佳，真的不适合做王妃，老臣恳请皇上恩准。说着，修远仓又跪了下来，头几乎要贴到地面上了。圣旨赐婚，他来退婚，这就是在打皇上的脸。杨儿，你怎么说？儿臣但听父皇安排。皇上想了好久，什么也没说。詹公公看到一个小太监在大殿门口探头探脑的，他知道小太监有急事儿，他急忙迎出去。小太监对他说了几句话，詹公公就火速跑到了修远仓面前。皇上，修府府里来报，说是府上二公子和小公子乘坐的马车翻了。修远仓和修令策一听，心急如焚呐。九爱卿啊，你们快回家看看吧。今天的事情以后再议。老臣遵旨。修远仓说完，也顾不得向皇上告退，推着修令策的轮椅，飞快地跑出了议政殿。叫邝基先过来。钦天监监正邝基先是天鹤王朝有名的神算，他极少给人算命，经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轻易找不到他。皇上知道这几天他都在钦天监，他邝基先也不是个爱管闲事儿的人，可他还是疑惑，他当年为什么要叫修远仓把闺女儿送进安堂呢？难道是于修府不利？邝爱卿，修远仓今天来退亲，你可有什么建议呀？皇上，臣夜观天象，星宿显示修家那丫头嫁入皇家，于社稷有利呀。于社稷有利，朕知道了，你且先下去吧。镇西侯府，小姐，二公子被人抬回来了，满身的血呀！咋回事儿？二公子和小公子坐车回来，车翻了。知道了，快带我过去。二人跑到了修令仪的卧房。二哥，你醒了，你疼不疼啊？修罗然进来的时候，看到一个10岁左右的小少年正站在床边哭呢。床上躺着的俊秀青年一脸苍白，不停地安慰小少年。哎呀，木儿，二哥没事儿，你别哭了啊。修罗然先是迅速扫了小少年一眼，见他没事儿，又看向床上的青年。莫愁，你快去厨房倒一坛白酒过来。莫愁跑出去，修罗然又对小少年说：你找一块干净的棉布过来，没有棉布，干净的里衣也行。乖，里衣拿来了。小姐，白酒来了。修罗然麻利地剪下了里衣的2只袖子，一只塞进修令仪的嘴巴，另外一只沾上白酒。你们2个使劲摁着他，摁住了啊！修罗然就开始给修令仪清洗伤口了。沾酒的衣袖刚刚接触到伤口，修令仪就发出了一声惨叫。爹，二哥没事儿，他们2个摁不住他，你快过来帮忙。听了女儿的话，修远仓提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他连忙上前摁住儿子的腿，很快那伤口就清洗干净了。爹，二哥没事了。没事就好。一二，你感觉怎么样了？爹，我很好。这是妹妹吧？门开了，莫愁、小少年还有修令策、红英和一个背着药箱的大夫进来了。
得知病人的伤口都已经处理好了，大夫高高兴兴拿着修罗然给的赏银便离开了。洛洛，这是你二哥，这是小弟莫尔。是你派人去找大哥和爹的，大夫也是你派人去请的。修令墨点了点头，修罗然很是欣赏他。莫尔，你说一说，你们的马车怎么会翻呢？我和二哥坐在马车上，四皇子府的侍卫骑马从我们车旁经过，一个混蛋侍卫吹了声口哨不说，还狠狠地抽了马一鞭子，马突然挨了一鞭，受惊跑偏了，车轮碾过了一块大石头之后便翻到沟里了，车夫跳车了，二哥抱着我往下跳，腿受了伤。你能确定是四皇子府的侍卫吗？你们没有招惹他们吧？能确定，马车没有挂帘子，我和二哥可以看到车厢外面，二哥认识那个带头的人，就是四皇子府的，他们的衣服也是四皇子府的侍卫服，他们是从后边追上我们的，根本就没有往马车里面看，那个侍卫打了马之后就继续跑路。修罗然想，二哥和小莫一定是坐普通的马车回来的，马车上没有镇西侯府的标志，可是那坐普通马车就活该被欺负吗？爹，你兵器库里面有鞭子吗？你要干嘛？我去偷出来，然后去四皇子府找他们算账。洛洛，要算账也是大哥去。大哥，你腿脚不方便，小莫还小，这讨公道的事我去正合适。哦，对了，你们退亲的事情怎么样了？皇上没松口。那我现在就还是四皇子的未婚妻，我若是打不过那些侍卫，我就报出名号，看他们谁敢把我怎么样。爹，我看行，大不了明天早朝咱们爷俩再去皇上面前赔礼道歉。这是兵器库的钥匙，你去偷吧。对了，第3层架子的最里边那个檀木盒子里的鞭子用着应该合适。谢谢爹。修罗然拿着钥匙走了。兵器库里，修罗然找到了修远仓说的那把鞭子，他把鞭子缠在腰上，锁了门出来，正好碰到找过来的修远仓。罗罗，想做什么就去做，爹和侯府做你的后盾。谢谢爹，我骑马过去。修罗然往自家马厩跑去，很快又折返了回来。那个爹，四皇子府在哪儿？修远仓差点被他气乐了，这风风火火的去报仇，闹半天连那仇家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啊。知道了地址，修罗然骑着马，雄赳赳气昂昂奔向了四皇子府。四皇子府门前站了2个门房。哎，老哥，你快看，过来一个骑马的姑娘，哎呦，那姿势漂亮啊！哎呦，还真是啊，好看，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妞，敢骑马不说，还敢骑马上街，也不怕被人抢家去。马上这么带劲儿，就是不知道床上是不是也这么带劲儿了。哎呦，这么小，这还得是个厨吧？眨眼之间，骑马的姑娘就来到了2人跟前儿。修罗然翻身下马，一鞭子抽过去。来，把你刚刚的话再给我说一遍。再说一遍怎么了？我可是四王府的人，你敢动我一下子？修罗然一顿猛抽，打得那门房跪地求饶。你们家王爷在家吗？聋了吗？你们家王爷在不在家？在家，在家。开门带路。王爷，有个姑娘求见。叫什么名字？哪个府上的？我修洛然。易静瑶一口茶水喷了出来，他放下茶杯出来一看，真是修罗然啊。只不过呢，今天修罗然的打扮比较正常，应该是没有化妆，也就不那么扎眼。只是那身材吧，还是干瘪的厉害。你来干嘛？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把你家今天回来的几个侍卫都给我叫过来，我要找他们算账。今天谁出门了？你把他们叫来。门房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等人的功夫，修罗然就开始在书房院里转来转去，他想看看一个皇子的书房是什么样子的。易景阳看到修罗然没见识的土包子样，不屑地撇了撇嘴。你撇什么嘴啊？不就是个王府吗？也没啥看头，就是比尼姑庵大了点而已。易景阳把头扭到一边，也懒得跟他拌嘴。门房带着5个侍卫过来。王爷，今天侍卫中就他们5个一起出门，一起回来的。说，快要进城的时候，你们哪个欠耳灯的吹了口哨，打了官道上拉车的马？4个侍卫都向一个侍卫看去，显然他们都知道这事儿。修罗然冲过去，抡起鞭子就开抽。那侍卫啊是个会武的，只是没有防备修罗然会突然出手。被打了好几鞭子，他反应过来之后就开始躲避。因为四王爷在场，又考虑到修罗然和四王爷的关系，他也不敢还手。修罗然看到这侍卫躲过去了，他很不爽，追着他又抽了几下。你打够了吧？还不给我滚！够，哼，早着呢。你知道我二哥今天伤成什么样了吗？
还有，官道上起码你自己的马不够你打的吗？还要打别人的马？你他妈手痒就拿刀把手给剁了！马车翻了，跳车手二哥摔断了腿，我小弟摔破了头。今天你们四王府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咱们没完。你想怎么样？把他给我打50大板，再赔我5000两的医药费。萧令仪不是没死吗？你敢讹我5000两？你死了，我二哥都不会死。我告诉你啊，这5000两只是暂时治伤的钱，你最好天天求菩萨保佑，让我二哥的腿和小弟的头早日好起来，否则我一天来打上他个800遍。你们王府不但是要赔医药费，还要赔偿我的误工费。本王没钱。你没钱没关系啊，咱们上金殿，你可以去找皇上先借点，然后从你的俸禄和生活费里扣。那还不被其他兄弟们给笑掉大牙呀？你不想麻烦皇上也行啊，我这个人很好说话的。修洛然说着，转身就进了易静阳的书房。我收回刚刚的话，你书房不只是比尼姑庵大，还很有看头。说完，他开始挨排看书架上的书。装模作样，你能看出个啥来？我是看不出啥来，可我家一个爹3个哥哥一个弟弟，那可都是读书人。我大哥二哥还是读书人中的读书人，可比你强多了。你没钱不要紧，用书抵债我也能接受。我呢也不占你便宜，这排书一本我就算你3两银子吧。我得要算算啊，5000两银子我得要拿走多少书？修洛然说完就站在那儿，伸出双手开始计算。易静阳气红了眼，咆哮道：你蠢货，你知不知道这些书有多珍贵？有很多都是千金难求的一本。你嚎什么嚎？嗓门大就有理啊！找皇上借钱你不干，用书抵债你也不成。你信不信我一把火烧了这儿？修洛然说着，从怀里掏出火折子，2口吹出了火苗，然后他四处看了看，扔哪儿比较好呢？娘的，这就是在我家，要不然老子他妈弄死你！易静阳不知道在哪儿拿出了1摞银票，狠狠地摔给修洛然。给你钱，马上给我滚出这里！修洛然接过银票，开始一张一张地数起来。他假装怕数错，还数了2遍，然后满意的揣进怀里。修洛然就满意的出了书房。他看到那个挑事儿的侍卫还站在那儿。易静阳，这个混蛋的板子还没打呢。钱到手了你还不走，还要打我侍卫的板子，真以为本王怕了你啊？易静阳双眼冒火，他死死地盯着修洛然。修洛然忽然感觉到有危险的气息，他猛地看向易静阳。你为何在？给我拿下！是。什么玩意儿？尹卫要拿我？完了，他给忘记了，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暗中都有高手保护，他这破身体不行啊！好汉不吃眼前亏，眼看着无声出现的尹卫就要近前，他屏住呼吸，抓了一大把药粉撒出去，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向门口跑去。在门房瞠目结舌的注视下，他扯过缰绳，跳上马背，打马扬长而去。姐，你找到那个侍卫了吗？找到啦，我抽了他一顿，跟四皇子要了5000两银子。他可能是觉得有一些心疼，叫尹卫拿我。我小人的我也打不过呀，打不过我就跑了呗。你说什么？我说易静阳叫了尹卫来抓我，我怕吃亏就跑了。易静阳竟然叫出尹卫，他是想杀了洛洛吗？尹卫没追你吗？我撒了药粉，他们应该是想追的，估计呢是动不了喽。药粉？速效软筋散，中招之后就浑身软不拉几，一点力气都没有。你那药效能持续多久？再厉害的武功高手，能够叫他30息之内动弹不得。修洛然掏出银票，抽出1000两给修令墨，拿着压压惊。剩下的4000两，他放在了修令仪的床头。二哥，想要吃啥叫人买去啊，别心疼钱。我和易静阳说了，这只是前期的药费，不够我再去要。怎么，你还想去四王府啊？洛洛，王府的隐卫可不是摆设呀。修洛然心虚的点点头，表示知道了。这时红英进来了。侯爷，二老爷和二夫人马上过来了，说是来问问小姐为什么拘禁他们。好，红爷，我们知道了，这事跟你没关系，我来处理啊，你快回你院子去吧。公事有事没事就喜欢找红英的麻烦。红英因为是个姨娘，有理没理，她也不敢跟公事硬刚啊。红英离开不久，修远山和公事一前一后的走了进来。你怎么样了？二叔，我好多了。屋子里虽然人不少，却很安静。公事偷偷地看了修远仓一眼，笑着对修洛然说：洛洛，二婶有点事儿想问问你。二婶请说。你二哥他们刚刚回来的时候，我和你姐姐们想过来看看，你怎么让人把门堵住了？你们过来干啥啊？
哎呀，看你这话说的，当然是看你二哥了。我二哥当时一身的血，伤口那么老长，我们又是安置二哥，又是帮忙找大夫的，屋里屋外乱作一团。你们来能干什么？来添乱啊？还是说你们娘们会医术能给我二哥治伤？我们也是担心怡儿啊。行了吧，二婶儿，知道你们担心，现在不是看到了吗？我二哥好得很，放心吧。洛洛呀，那天几位皇子来的时候，也是你让人堵的门吧？是我让人堵的，怎么？那天你们也要过来啊？我们不能过来吗？二婶，今天你们过来是看二哥，那天你们过来干什么？哦，你们过来是要看几位皇子是吧？公事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他也不好张嘴承认。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就怕你们来，才叫人堵的门。我这堂堂侯府的嫡小姐，人家都看不上，那你闺女还是算了吧。哎，别不服气啊！你可能会说，我女儿除了身份哪都比你好。二婶，我就是因为身份高贵，要不然你以为皇上会给我们赐婚吗？我堂姐就算是个天仙，那也只是个五品官的女儿，进了王府恐怕就只能做个侍妾，连个侧妃都捞不着。所以啊，二婶你就回去告诉堂姐们，就别自不量力的惦记人家皇子啦。我也是怕你们在皇子面前出丑，才不放你们出来的。修乐然一番话说的修远苍、修远山和宫氏的脸色都很难看。洛洛，胡说什么？我哪胡说了？如果咱爹只是个小官，你说皇上会给我赐婚吗？我知道你和堂姐们惦记我未婚夫，只要让四皇子见了堂姐们，可能就没我什么事儿了。我告诉你啊，二婶，我现在还是四皇子的未婚妻呢。等哪天我被退亲了，你们再到四皇子面前蹦跶一步啊！我没退亲之前，你们呢还是老老实实些，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洛洛，你从安利回来了，你和四皇子的婚事也该着手准备了。和二婶说说，你都喜欢什么衣服首饰，我好早些准备。我可不敢劳烦二婶大驾，你没忘记上次你送过我东西吧？我可都还留着呢。你说的新衣服是穿过的，领子脏了，衣袖上一股浓浓的脂粉味儿，内衣也是洗过的，脂粉是剩下的，首饰是过时的也就算了，那一件一件的细得跟针似的。二婶是不是觉得我一个安堂里面出来的没娘的孩子不配有好东西啊？听了修乐然的话，屋里所有人都看向宫氏，修令策兄弟几个脸色都非常难看。宫氏只能是硬着头皮说，洛洛，那可能是下人们拿错了，我可不是这么吩咐的。二婶，这话你自己信吗？这些东西就算了，更可气的是你给我的丫鬟。二婶，我就想要问问，咱侯府的丫鬟是都是死绝了吗？你才把一个刷夜壶的又傻又丑的女人送过来给我当贴身丫鬟，还是说咱们侯府已经穷的连个好看些的丫鬟都买不起啊？修远山站了起来，向修远苍点点头，轻声叫宫氏，跟我回去。宫氏不敢不走。夫妻二人走到门口，修乐然朝他们喊道，二婶，以后我的事情就不劳烦你费心啦。我堂哥和3个堂姐不小了，你呢还是操心操心他们吧，别到时候他们找不着好亲事，你再怪到我头上，我可不担着罪名。宫氏恨得咬牙切齿，却不敢说一个字。莫愁悄悄地跟在修远山夫妻身后出去了。他很快又回来，告诉修乐然，小姐，他们走远了。刚刚我就只是就事论事的说我二婶，跟你没关系啊。你呢就别往心里去啊。我知道的，小姐。洛洛，你是不是有些太着急了？你这么做，宫氏知道咱们防着他了，他以后再做什么恐怕都不会留下把柄了。我们要收拾他就会增加难度。大哥，千防万防，家贼难防，这管家权必须得要早些拿回来，要不咱们家的东西还不知道被他弄走多少。刚刚呢我是打草惊蛇。爹，大哥，你们说宫氏回去之后会不会有什么行动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加派人手，该防备的地方一定要小心防备，该监视的人呢一定要看住了，防止宫氏狗急跳墙，把偷拿贪占的东西给转移了，把知情人士给灭了口。我觉得洛洛做得对，洛洛回来了，咱们家后宅也该清一清了。大哥，娘的嫁妆单子在谁手里啊？我这里抄了一份，最原始的那份在娘的陪嫁程妈妈手里。程妈妈呢？你放心，她很安全。那就好，我要出去逛逛，顺便去买一些食材给二哥补补。可修洛然哪里知道，他这一趟出去救了个人回来，后来这人还成了他院子里的管家。天鹤王朝是个大国，兵强马壮，国泰民安，帝都九地城也很繁华。掌柜的，有没有牛肉和羊肉啊？哎
哎呀，我说小姑娘，咱俩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可别害我呀！掌柜的，我就问你有没有牛羊肉，怎么就害你了？朝廷律法规定，不许杀牛吃肉，抓到是要坐牢的。你来这里买牛肉，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这肉摊卖牛肉呢。你说你是不是害我呀？耕牛是重要的生产力，除非自己老死或者得病受伤死了，否则绝不允许宰杀。修乐然恍然大悟，连忙举手抱拳：抱歉啊，掌柜的，我这一直生活在尼姑庵里，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哎呀，小姑娘，牛不能杀，自然没牛肉啊。现在青草茂盛，正是羊长肉的时候，谁舍得杀羊啊？我这肉摊啊，也就卖猪肉了。天太热，也不敢多杀。你这来得晚，就只剩下边边角角了。修乐然想了想，去别的肉摊儿估计也和这里差不多，还是买吧。凭自己的手艺，就算是边角料，他也能做出美味来。看着那些放在冰盆边上的边角料，修乐然笑了。掌柜的不错呀，居然还冰镇着呢。天这么热，猪肉不到半天就得变质发臭，更别说现在已经太阳西斜了。我家邻居管着官府的一个大冰窖，我去他那里要些碎冰，隔三差五的给他送块肉。原来如此。哎，掌柜的，那你这些边角料要怎么卖啊？价钱合适我就都买了。掌柜的一听大喜，要知道边角料在这个时代是最难卖的。为啥呢？因为人家有钱人家都买好肉吃，没钱的人家也根本不会来光顾肉摊儿。哎，小姑娘，如果你都要了，这些就算你60文吧。哎，你可知啊，这猪肉13文一斤呢。修乐然看着大冰盆里的一个猪头，6、7只猪蹄儿，2副下水，60文钱，这也太便宜了。掌柜的，我是镇西侯府的，我多给你10文钱，你能够叫个人帮我给我送到家里去吗？哎，行。掌柜的把他的伙计叫了过来，弄了个独轮车，拉上已经没多少冰的大冰盆，跟在修乐然身后往镇西侯府走去。一座临街的酒楼2楼窗户前站了2个人，正向下看着街道。哎，五哥，那是四哥的未婚妻吧？五哥，你说他买的那些东西能吃吗？不会是买回去喂狗的吧？老七，镇西侯府的厨子做菜很厉害吗？没听说呀。走在街道上的修乐然感觉有人在跟踪他，他猛地一回头，看到路边有个乞丐婆子正盯着他。那婆子呢，虽然衣衫脏乱，头发板结，可眼神却明亮犀利，脸庞和双手都白皙细腻，一看就是个大户人家出来的。修乐然叫那个肉摊的伙计先走，他把乞丐婆子引到一个僻静的角落。说吧，你们跟着我干什么？姑娘会武功吧？姑娘，奴婢叫素锦，曾是皇后凤仪宫里的宫女。27岁时，皇后开恩允我出宫，后被各大户人家请去当教习嬷嬷。直到2年前，二王妃将我请到王府，本以为照往常一样去教导府里的侧妃和侍妾，可没想到二王妃借我之手给府里的2个侧妃下绝育药，却被二王爷发现了。二王妃假意救我，却暗中给我下毒，想让二王爷死无对证。如今我命不久矣，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我那青梅竹马的相好去后，为了我他半生未娶，我不想他后半生依旧穷苦无依。而今我找到姑娘，是希望姑娘能帮忙将我存在二王府东西取来交给屈后，这样我就算是死也瞑目了。你想让我帮你拿东西？是。那你应该知道，咱们9地城除了皇宫，就属二王府的守卫最严了。我知道这不容易，但我可以给姑娘画个地形图，还请姑娘帮帮忙。等东西拿回来，我分给姑娘一半可好？素锦说着说着就跪了下来。切，我一个侯府嫡女，我缺你那3瓜俩枣儿。不过既然是皇后曾经的宫女，肯定是比原主这个庵堂里面长大的要懂得多了。不如试试能不能给她解个毒，若是能解了她的毒，让她以后跟着我，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修乐然拉起素锦，暗中给她把了把脉，的确中毒很深，但是也不是没救。姐嬷嬷，你告诉我东西埋在哪儿，今晚上我就试试能不能帮你取出来。姑娘，你自己去恐怕不行，有好几个大箱子呢。二王爷的妃子没有一个好东西，一个侧妃为了陷害另外一个侧妃，
偷了王府里5大箱值钱的东西埋在花园里，那些东西现在应该还在。姑娘既然去二王府，就顺便都取出来吧。嬷嬷打得好算盘啊！我千辛万苦的去二王府弄东西出来，你不出力就要分一半，我就要承担全部的风险。不，姑娘误会了，我说的一半，指的是我的钱财的一半。至于那5大箱东西，只是老奴觉得不能让姑娘白担风险。姑娘若是能取回来，便都是姑娘的。都是我的，看来老天心疼我，怕我没钱花，给我送钱过来了。修洛然给素锦吃了一颗解毒药片，他带着素锦从后花园进了侯府。他把素锦安排在莫愁隔壁的房间，然后就到厨房，让人把猪头和猪下水好好收拾出来。他准备做点卤味，他叮嘱厨房的人一定要洗干净，随后就去找修令策了。大哥，你有没有得罪过二王府的人啊？虽然易静时的很多做法我并不赞同，但我还真没和他发生过明面上的冲突。那咱爹或者是我2哥、3哥他们有得罪过二王府的人吗？好像也没有。怎么了，洛洛？修洛然把素锦的事情简简单单地说了一遍。你怕他是二王府派来的人？爹的身份还有目前的局势，那我不得不防。洛洛，为了安全起见，我让人悄悄查一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晚上我叫几个人帮你挖宝去。好，谢谢大哥，那我就去厨房看看，今晚上咱们吃卤肉。餐桌上摆了好几大盘的卤猪下水，修远仓看着这些东西似乎很好吃的样子，可是他却迟迟不肯动筷，因为他从来没吃过。送进嘴里细细嚼起来，紧接着他眼睛就亮了。这肉和下水软烂鲜香，简直太好吃了，他一筷子一筷子的吃得停不下来。他用行动告诉大家，妹妹做的这个卤味啊，是真的很好吃啊。修令墨让修令策不停夹菜的举动整好奇了，他也急忙下筷吃了起来。刚吃2口，他就嘟嘟嘟跑到了修令仪的卧房。二哥，你快尝尝，姐姐做的这个肉可软糯，可好吃了，我和大哥都吃了。修令仪这才伸出筷子，吃了他平生的第1口猪下水。晚上，修洛然一身紧身黑衣，带着修令策给的20个人，悄悄奔向二王府。这个计划如果能成功，王爷的宏图大业就算成了一半了。你们想得太容易了，老三可不是个莽撞的人，对付他，咱们还需要再仔细斟酌的，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清楚，千万不能让他抓住把柄，要么不出手，出手就要把他拍扁，永远起不来。王爷，修令策最近天天待在家里，说是他妹妹回来了，他在家陪妹妹。三爷少了这个智囊在身边，正是我们的机会。是呀，王爷，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本王明白，那几个能人你们都找到了吧？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不容许出一点差错。不管是谁出了问题，本王绝不轻饶。是。听这意思，里边的人这是要散了呀。修洛然轻轻一拉明郎，2人原路返回，出了花园就回到了侯府。你的人今天晚上抢劫去了？我又不缺钱。那你说这是哪儿来的？爹，这东西是我让他们弄回来的。修洛然就讲了他遇到素锦的经过以及他的打算。有这么一个人跟在你身边，确实能帮到你。爹，这些东西啊分你办吧。我不要，你们兄妹商量着办吧。洛洛，大哥也不缺钱，你自己收着吧。修洛然可高兴了，从今天开始他也是有钱人了。你们回去吧，我有话要跟你们主子说。明郎带着大家高高兴兴地走了，房间里面只剩下修洛然和修令策。修洛然把听到的话告诉了修令策。洛洛，你没听错。大哥，我听力好得很，绝对不会出错的。2王爷说的老三就是3王爷吧？对，洛洛，你也回去吧，等你有了自己的私库，再把这些东西弄回去。暂时就放在我这儿吧，我要回去给3王爷送封信，叫他小心2王爷。修洛然一边往自己的院子里走，一边想，大哥明显是想要和3王爷一伙的，不用问，老爹和2哥肯定也是和3王爷一伙的，就是不知道那个混蛋4王爷是哪伙的。姐嬷嬷，你感觉怎么样？小姐，我还挺好的，虽然吐得难受，但是感觉精神好了很多，谢谢小姐的药。你的东西我取回来了，那5个箱子里的东西不少，你这一半我就不要了，明天你要带着我去看曲后。好。
修乐然雇了一辆小驴车，他赶着车拉着素锦，二人去找素锦的男人曲后。小姐，你看旁边那个大破院子，就是我说的那个败家子的家。他父母双亡，家产都让他败光了，他过不下去了，就想卖房子，要的价格高，也没人买。修乐然进了曲后的屋子，见到了曲后，是个精明干练、相貌不俗的中年男子。小姐，那房子我很清楚，那是哪儿都好呀，宅子好，院子好，花园好，位置更好。我这个宅子当初可是花了我5万多两啊！你也看到了，我3个宅子，恐怕都没有隔壁这1个宅子大，别说还有这么一个大花园了。你们这样说我就放心了。修乐然回到家里，先来找修远仓。爹，我想要买个东西，你借我10万两呗。啥东西那么贵，要10万两？你是买房还是买地呀？修乐然不说话，瘪着嘴，他水灵灵的大眼睛就这么看着修远仓，别提有多可怜了。看了一会儿，修远仓就挺不住了。哎呀，行了，给你就是了。修乐然拿到银票就来找修令策，他故技重施，又借到了10万两。修乐然来找那汉子，一起去衙门改了契，交了钱，回到曲后家。季嬷嬷，你就暂时别回侯府了，你就住在曲叔这儿陪着曲叔吧。曲叔既然是花匠，那对宅子的维修应该也是知道一些的吧？曲叔就帮我找人维修宅子和花园，怎么修你看着办，只要漂亮好看就行。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整个宅子和这花园焕然一新。曲叔做得到吗？刚刚曲后听说素锦已经认了修乐然为主子，还请他去做花匠。小姐，只要钱凑数，我保证做得到。钱不是问题，我先给你500两先用着，你现在就开始做个规划出来，看看大约需要多少银子，我好好筹钱。好，小姐放心，我这就开始做规划。修乐然走出曲后家，刚买的宅子门前有人在拼命的敲门。芦苇，开门！今天是你最后的期限了，你再拿不出钱来，我们可就要收房子了。别敲了，里边没人，这房子现在是我的，我看谁敢收。你说什么？3人之中，领头的红脸男人围着修乐然转了一圈。你说房子是你的，你有什么证据？修乐然把房契拿了出来，给红脸男人看了一眼。看到了吗？你们可以滚了吗？离我的房子远点。一个小个子突然问修乐然，不知小姐是哪家府上的千金啊？本姑娘是镇西侯府的。全哥，我知道这丫头是镇西侯府的，我问她只是想确定一下，现在怎么办？芦苇跑了，这钱怕是找不到人要了呀。你知不知道芦苇欠了我们很多钱？那是你们的事儿，与我无关。怎么和你无关了？你买的房子芦苇已经抵给我们了。你有什么证据啊？这时红脸男人才想起来，他可没让什么芦苇写什么字据或者扣押什么东西啊。房子抵给你们了，你们不是应该扣着他房契吗？你现在到我面前红嘴白牙无凭无据的就说这房子抵给了你，换成是你信吗？红脸男人不说话了，是他没办好这事儿，芦苇跑了，钱也要不回来，这回去之后怎么跟上头交代呀？这真是没想到，芦苇那混蛋看着挺老实的，居然敢骗他们。修乐然转身就走，那红脸男人又把他拦住了。修乐然直接一脚给他踹了过去。我有上班，没工夫陪你们磨牙，不服你们就到镇西侯府去找我啊。看着走远的修乐然，这丫头不会是冒充侯府的人吧？钱哥如果不信，咱们跟后面看看去，不就知道了。3人看到修乐然叫开镇西侯府的大门走了进去，这才失望的离开。虽然说这上头的人呢是有些背景的，可是他也不敢跟那侯府硬刚啊。修乐然进了府，直接就去找他爹修远仓。露露，咱兄妹第一次见面，你想要啥礼物啊？修令群此话一出，修乐然就知道他是谁了。他就是自己刚回来那天遭遇刺杀，跑过来问尼姑他有没有事儿的那个人。修乐然是记得他的声音的，绝对不会出错。原来三哥带人打跑了来刺杀他们的人呐。三哥好，礼物嘛随便给，我啥都不嫌弃，越多越好。修令群也笑了，他正准备说啥，修依然和修尔然也走了进来。三哥你回来啦？回来了。三哥，你这次回来给我们带啥礼物了？哼，我这个亲妹妹还没得到礼物呢，哪里就轮得到你呀？切，你这个灾星，还有脸要礼物？修尔然话音刚落，脸上就挨了一巴掌。二婶说我没规矩，她
的女儿倒是很有规矩啊。修依然过来把修尔然拉到一边。你敢打我！我娘说了，你刚刚回来，二哥做的事就翻了，你不是在心是什么？其实呢，修依然本想阻止修尔然说话，可哪知道修尔然说话很快，他根本就来不及制止。你不是灾星，你家自从你出生以后，你爹就没怎么升官，你哥总是被同僚们排挤，还被栽赃，你们兄妹一个个的都没找到好亲事，尤其是你姐，就是因为有你这么个灾星妹妹，她都已经黄了好几门亲事了。你不是灾星，你是什么？原来二妹妹才是灾星啊！我今天才知道。露露，走，跟三哥到花园玩去，咱们离灾星远点儿。哎，好嘞。修洛然很痛快地答应着，他笑容满面地跟着修令群去花园了。修依然紧紧地拽着修尔然，向修远仓和修令策告辞以后，姐妹俩就回去了。爹，妹妹虽然长得极像母亲，漂亮精致，可她这性子和母亲一点都不像，真是半点不吃亏啊。泼辣些好了，你娘如果有她一半的泼辣劲儿，也不会死得那么早了。修令策点点头，母亲就是太绵软了些，总是被二婶欺负。修洛然跟着修令群来到大花园。三哥啊，知道谁想买房子吗？大房子。修洛然只是随口问问，他准备把房子维修好以后，就到那个什么牙行挂着。这么好的房子，应该很快就能卖出去。露露，谁要卖房子啊？我啊。你哪来的房子啊？我刚刚买的。多大的房子呀？修洛然看修令群一个劲儿的追问，估计他知道有人要买房子了，就详细的说了说他买房子的经过。你是说芦苇的房子现在是你的了？对啊。你要卖多少钱啊？50万两，不二价。露露，那你花多少钱买的呀？妹妹不会是让人骗了吧？我花了20万两买的，准备修好了以后卖50万两，怎么样？我能卖出去吧？露露，那你维修的如何了？正在规划，还没开始修呢。还别修了，我找人给你问问，50万两人家要不要？你等我消息啊。修令群说着很快就走了。修洛然感觉三哥好像比他还着急。修洛然忽然提到自己还有一件大事没做，这房子如果卖出去了，那可就来不及了。修洛然离开花园，直奔他买的宅子去。他要干嘛呢？嗨，他得探宝啊！修洛然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在自己的院子里、屋子里或者园子里挖密室埋钱财。芦苇祖上应该是很有钱的，要不然也不会买这么大的宅院了。那你说这巨大的宅院里会不会有宝藏呢？修洛然决定找一找。他先是进了屋子，把每个房间都用金属探测仪过了一遍。他把那探测目标设定成金和银2种金属，没让他失望。他在主卧房的净室旁边探测到一个有很多金银的密室，他费了9牛2虎之力才找到密室的入口。那里面一共有37只大箱子，打开看时不是金元宝，就是银元宝，还有好多的玉摆件，还有什么古董字画呀、书籍呀。修洛然高兴的手舞足蹈，发财了，发财了！他走出密室，又到院子及花园中走了一遍。那探测仪再也没有亮过。修洛然关闭了探测仪，看了一下电量，还有很多，不着急充电。他这个探测仪是非卖品，是之前单位配给他的工具，还是太阳能充电的。修洛然回家找大哥，准备把密室的情况告诉他。一进父亲的院子，就看到三哥也在。三哥，你不是去找人了吗？怎么回来的这么快？露露，我帮你找到买主了，人家说不用你维修，人家自己维修就可以了，50万两，人家不还价。这个买主就是被芦苇的100万两吓跑的那个。他真的很喜欢那房子和花园，花50万两买下来，他很开心。这么好！听到房子都这么卖出去了，修洛然高兴的几乎跳了起来。修远仓和修令策听得一脑门问号。修洛然就给父亲解释，我不是和你们一人借了10万两吗？我用这20万两买了座大宅子，宅子很破，我就准备要维修一下再卖，就拜托三哥先帮我去找买主。可我这还没等维修呢，三哥就说不用修了，人家直接就买下来了。就是说你一下子赚了30万两？对啊，我就倒了一下子手，就赚了30万两。可不止30万两呢，兴许赚了50万两也说不定啊。那露露，你跟三哥讲讲，你是怎么赚了50万两的？修洛然一五一十的把密室的事情说了。爹，大哥，我是用了你们的钱，我才买到房子赚了钱的。
钱和东西都分你们一些。三哥，见者有份，也有你的。洛洛呀，既然你哥已经帮你找到了买主，密室里的东西今晚就让你三哥帮你运回来吧，省得夜长梦多。知道了，爹。晚上，修令群叫了福尼可靠的人，还有他自己的人，一起去把密室里的东西运回侯府，放进修令册的司库里。修远仓看着这些黄黄白白的东西，还有那些珍贵的古董字画，他嘴角抽了抽。洛洛这丫头的运气也是没谁了，救个人还能得几箱珠宝，这买个房子净赚几十万不说，还白得了几十箱的好东西。洛洛呀，可能不是我的女儿，她是老天爷的女儿，所以老天爷才如此眷顾她。修远仓正想着，修洛然已经在叫他了。爹，这个好像是兵书吧？你看看啊。兵书？修远仓对元宝啊、古董啊、字画啥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一听说有兵书，他立即双眼放光，急忙奔了过来。修洛然递给他一本书，他接过来一看，是《名将30战阵考》。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本书我找了好久了。洛洛，爹别的不要了，就要这本书。爹，这里还有一把短刀呢，你要不要？修远仓过来一看，刀身寒光闪闪，刀刃锋利，是把好刀，他很喜欢。他看了看两个儿子，最后把刀放到了修令册的手里。你收着吧。修洛然看着修令群的眼睛，好像粘在短刀上似的。他知道他也喜欢，于是他走到修令册身边，拿起那把刀就递给了修令群。三哥，还是你拿着吧，大哥暂时用不到。那个大哥，那我就收着了，你什么时候要用再找我要啊。还有啊，露露，明天你别忘了卖房子。三哥，房契给你，你帮我收钱就行了。也行。修洛然回来又对修令册说，大哥，等你腿好了，我就送你一把好刀，保证比三哥的刀要强100倍。他那小空间里可有好几把军刺呢，可不是这个时代的刀能比的。好，那大哥就等着了。大哥，这些古董字画书籍你随便拿，等二哥的伤好些了，叫他和小莫也来挑一些。修令册也就没客气，把喜欢的都挑了出来拿走了。侯府西跨院修尔然的房间里，宫氏在给修尔然敷脸，修尔然疼得哇哇大叫。我告诉你多少回了啊，我叫你离那死丫头远点儿，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偏偏还要往前凑。娘，不是你说的吗？你说她是灾星，我说了那个死丫头就打我，她干嘛打我？最可气的是我大哥三哥就看着她打我，都不是帮帮我。修依然无语地把头扭到一边去。你傻呀，不知道远近啊，人家可是异母同胞亲兄妹，你是谁？人家要帮你啊！行了，娘，你别说了，我要躺会儿。被娘训了，修尔然有些不爽，他躺到一边假装睡觉。修依然跟着宫氏来到宫氏的房间。哎呀，自从东院那死丫头回来之后啊，我是事事不顺，她可真是我的克星。娘，那丫头不简单，有些事情你还是收敛些吧，别叫她抓住了把柄。抓我的把柄？哼，她还嫩点儿。依然啊，我听你舅母说，四王爷对那死丫头很不满意，如果有机会了，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啊！未婚妻算什么？娶进门才算数呢。修依然心想，东院那死丫头即使是退了亲，那四王爷另娶也不会选她，母亲怎么就是看不明白呢？我知道了，娘。这时一个丫鬟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二夫人，你快去看看吧，智少爷快要被东院小姐给打死了。宫氏一听可吓坏了，宫氏一个箭步就窜了出去，向着大花园跑去。修罗然意外获得了一大笔财富，心情美得很，破天荒的决定去大花园逛上一逛。莫愁呢就跟在他身边，主仆俩慢慢向荷塘走去。烈日如火，荷塘边上还能凉快些。刚走到荷塘这儿，就有一个年轻男子朝他们靠过来。莫愁一见就慌了神儿，轻声道：“小姐，咱们快回去吧。”那是谁啊？就是非礼不成打死丫鬟的二夫人的侄儿，吓得我掉水里那个。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今天你不惹事就罢了，你要是犯了老毛病，就别怪本姑娘下手狠毒了。莫愁，别怕，看本小姐给你报仇。你先一边玩着去啊。小姐，那你小心点儿。
莫愁说完，原地坐下了，捡过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圈圈。修洛然继续不紧不慢地向着荷塘边走。那年轻男人过来了，双眼放光，盯着修洛然看。小姑娘，你是哪个妹妹身边的丫鬟呢？我怎么不认识你啊？啊？修洛然习惯穿箭袖衣服，并不像修依然姐妹们穿水袖。他身边呢又没有带丫鬟，公安就以为她是丫鬟。修洛然向他嫣然一笑，她本来就长得美，这么一笑，公安哪里扛得住啊？哎呀，小姑娘，好妹妹，快告诉哥哥你是谁？哥哥很喜欢你，你跟我回去做姨娘怎么样啊？啊，我保证很宠你，很疼你。真的吗？你没骗我啊？没，真的不骗你。我不信。修洛然继续看荷花，公安伸手就要拉修洛然的手。哎呀，我真不骗你，就跟我走吧。修洛然躲过他的手，抬手一巴掌甩过去，打得公安一个趔趄。修洛然抬腿又是一脚踹在公安的胯下，那公安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声，捂着胯就倒了下去。修洛然，快把安儿放下来！可修洛然呢，就像是没听到一样，继续重复刚刚的动作。公事跑得很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跟前儿。修洛然顺手一甩，就把公安甩到了荷塘里，转身就离开了。来人啊！救人呀！快来人啊！跑来好几个男仆，跳下水把公安捞了上来。安儿，你怎么样啊？啊！老姑啊，我疼，快把那死丫头给打死！啊不，我要把她绑起来，扔荒山上喂狗！哎呦，安儿别闹了，一会儿派人送你回去吧。娘，还是先给表哥请个郎中看看吧。啊，对，来人，快请大夫来。老姑，我不要大夫，我就要那死丫头，我要让她给我暖床，我要让她伺候我。老姑，你不是说侯府的丫头随便我玩吗？别的丫头我不要，我就要刚刚那个，我就要那个。行，一会儿老姑把那丫头给你送去，你快起来吧。公安这才站起来。胯下传来的剧痛让的公安马上又弯下了身子。花园门口处站在这儿的修远仓和修远山兄弟把刚刚的对话全部都听到耳朵里。修远仓没有进花园，转身回去了，修远山也跟回去了。他们兄弟在修远仓书房说话，是听到公事的呼救声跑过来救人的，没想到听到了公家姑侄的对话。大夫来了，诊了会儿脉，换了手再诊，然后摇了摇头。大夫，我知道他怎么了，你快说。没啥大事儿，以后多吃点好东西补补就行了。那些皮外伤上点药，几天就好了。公事和公安一听都放下心来，哎呀，没事儿就好啊。可一旁的修依然却觉得大夫似乎隐瞒了什么，肯定不是啥好事儿。公事带着公安进了修远仓的书房。姑父，看看你们修家人把我打的，你们要赔我。是这样的，安儿呢进花园赏花，遇到咱们府上的一个丫头。这丫头看安儿长得俊，起了攀龙附凤的心，就来撩安儿，想跟着安儿做个姨娘。安儿可是个正经孩子，哪里见过这个啊，就不同意。结果那丫头狠狠地踹了安儿几脚，就跑了。洛洛来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安儿摁水里一通灌呢，最后还把安儿丢到荷塘里，差点把安儿淹死。大哥，咱们是一家人，可洛洛这样一未免太荒唐了一些，这将来可怎么找婆家呢？你应该管一管了。还有那个丫鬟既然看上了安儿，我觉得送给安儿做个姨娘也不错，总比当丫鬟强吧。公安听到这儿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他一眼瞄到修洛然走进来，立刻就来了精神。死丫头，你总算是来了啊，爷可想着你呢。你过来跟爷走，今天你不把爷伺候的舒舒服服的，爷打不死你。说着他就来抓修洛然。修远仓兄弟和修令策脸色都相当难看。公事听了公安的话，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哪有什么丫鬟呀，自始至终这打公安的都是修洛然那个死丫头。他刚想叫住公安呢，修洛然已经动手了。修洛然先是狠狠地扇了公安几个嘴巴子，又狠狠地踹他几脚，把他踹趴在地上。让本姑娘伺候你，你他妈是谁啊你？还敢
敢来我修家的地盘上撒野，本姑娘今天就好好的伺候你。修乐然说完，抓起公安上3路打到下3路，直到把那公安打得连叫喊的力气都没了，他这才放手。一边的公事想上来拦着不让他打公安，却被修乐然一胳膊甩到一边去。露露，你看安儿也没有把你怎么样是吧？可你却把他打成这样，咱们都是亲戚，这说不过去吧？谁和他是亲戚啊？二婶，你的意思是说我只有被公安抓到床上，被他睡了以后，我才能打他报仇呗？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我堂堂侯府小姐就该被你这色鬼侄儿羞辱呗？他又不知道你是侯府小姐。我侯府的丫鬟他就可以随意羞辱了是吧？不听他摆布就随便打死是吧？公事心里有鬼，一听这话，怕公安打死丫鬟的旧账被翻出来，没看到修家几个男人都用恶狠狠的目光看着他吗？公事连忙上前拖起公安就要往外走。行了，洛洛，这次是安儿不对，他已经被你打成这样，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吧。站住！二婶，今天如果我没有那么大力气，是不是活该就被你侄儿欺负啊？公事无言以对呀，他用力拽着地上的公安，想把他拖走。公安现在是明白了，他调戏的不是侯府的丫头，而是侯府的小姐。他一把甩开公事。老姑，你不是说要把府里的小姐许配给我吗？那我就能得到大笔的嫁妆了。我当时嫌丑不要，我现在看到本人了，我同意了。老姑，你就做这个媒人吧。啊，二婶，我只说一遍，再让我在府里看到他，我他妈废了他。修乐然说完就离开了书房，后边的事儿就交给大哥和老爹吧。看到修乐然走了，公事拖起公安又要走，这时修令策叫住了他。阿婶儿，公安是你的侄子不假，但对我们修家人来说他是外男，一个外男出入内宅很不合适，毕竟家里有这么多妹妹在呢，传出去对他们的名声不好。还有啊，大花园里有外男在游玩，你应该告知一下，省得妹妹们不知道闯了进去。另外，洛洛最后的话也是我和爹的意思，如果令侄再来侯府出现啥意外，侯府概不负责，请吧。不是，老姑，你答应我的，要给我找几个好看的丫鬟，还要把侯府小姐嫁给我，你可不要说话不算话呀。公事不说话，死命拉着公安离开。公安看公事不理自己了，感觉自己这次可能是给老姑惹麻烦了，他心里恨修乐然恨得要死啊，却又放不下他的俏模样。嘿，死丫头，别落我手里，否则看我怎么叫你死床上。修乐然如果听到了这话，他一定会说，你这个色胚，你那物件本姑娘给你留着，能不能用就看你能不能找到绝世神医给你治了。你他妈祸祸人姑娘，本姑娘就叫你看到吃不到，断子绝孙，留你一命，那是让你看看别人是怎么享受天伦之乐的。书房里，修远山修得无地自容。修远仓很了解自己这个弟弟，弟媳做的事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挥了挥手，叫修远山回家了。今天这事儿让修令策很气愤。爹，策儿，你应该高兴才是，你妹妹可不是个任人欺负的主啊！你不用担心，做好你该做的。我感觉你妹妹肯定是早有计划了，咱们只需好好配合她就行。我知道了，爹。修乐然坐在自己的小花园凉亭里，想着今天的事。现在他能理解自己的老爹和大哥为什么让公事一直当家了。有人轻轻跳了起来，吓了修乐然一跳。他抬头一看，是修令群。三哥，你会轻功啊？那不废话吗？很奇怪吗？大哥和爹都会，只不过他们都没我轻功好。嘿嘿，哎呀，三哥，那你教我学轻功呗，我不让你白教，我也有东西要教给你啊。你教我东西？行，那你就把你的本事亮出来，我看看，然后我再教你轻功。修乐然瞥了三哥一眼，这是不相信他呀。修乐然突然出手攻向了修令群，什么踢、掀、顶、踹，几招下来，修令群就有些招架不住了。洛洛，你这是什么招式啊？三哥，怎么样，学不学啊？学，怎么不学呢？修令群可是很好武的，修令策习武是为了爵位传承的需要，但是修令群不同啊，他是真的喜欢。修乐然开始忽悠起来。我在金西安旁边的山上遇到了个奇人，他说我根骨适合练武，就要教我武功，我就想着要先学轻功，练了轻功关键时刻就可以逃命了。
他怕我会了清宫就不好好习武了，说清宫最后再教。就等他想教我轻功的时候，就忽然有事离开了，就一直没回来，害得我好等啊。洛洛，三哥教你轻功，然后你教三哥刚刚的拳术。好，修洛然教修令群的是他前世学的擒拿术和军体拳，都非常适用。修令群也学得很认真。小花园里，兄妹两人互换着教授着功夫。休息的时候，修洛然突然问道：“三哥，从安利回来的时候我是装晕的，我知道你去救我了，因为我听出了你的声音。你知道是谁要杀我吗？应该是四王爷叶敬阳吧？当时我们打跑了那伙人以后，我就悄悄跟踪他们，他们居然毫不隐藏自己的行踪，一点也不怕被发现。最后这伙人进了四王府，可能在四王爷看来，咱们修家人都是软柿子，在他这个王爷面前，只有伏低做小的份儿。三哥啊，你说爹和大哥是不是也猜到了是他干的了？肯定猜到了，大哥多聪明啊！不说这个人了，三哥你说说你吧，去救我的那帮人是你自己的人，还是你找的人？我的人。你快说说，你建的是个什么组织啊？我们都是一起会武的人，谁有困难了，其他人帮帮忙。看来修令群是不想多说了，修洛然也就不再追问了。三哥，这些日子你不在家不知道，爹答应让我管家了。不过呢，让我把管家权给夺回来，我已经有了初步计划。用人的时候你可要帮忙。你要管家？是啊，不行吗？不是不行，而是管家很麻烦。你不怕麻烦吗？怕也没辙啊，难道就让公事这么一直摊下去啊？行，洛洛，什么时候用人你告诉我一声，我随时替你调遣。谢谢三哥啊。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做生意？你问这个干嘛？有钱好办事，没钱寸步难行。如果你的组织太穷了，都要三餐不继了，那你说谁还会跟着你啊？所以你得必须要做生意赚钱养着你的人。没钱的话我可以借给你啊。行，三哥可以做生意，那你说做点啥好呢？三哥，衣食住行都能做。如果你们没啥经验呢，也没有太多的资金，可以考虑先从吃的开始做。卖房子的钱你就给我20万就行了，我还要给咱爹和大哥，剩下的呢你就留着当本钱。修令群心里也满满的感动。说真的，他还真的是在做生意养他的人，只是这生意不太方便告诉修洛然，而且他也确实是需要钱。洛洛，你的情三哥记下了。嗨，咱们兄妹客气个啥？三哥啊，你呢还可以建一个情报组织，收集一切能够收集到的消息，哪怕是不卖，那给自己人用着也行啊。洛洛，这个我还真的想过，只是看着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呢，需要很多钱。那是你没有用对方法啊！我告诉你啊，你在僻静的街道买下一座大的破烂的房子，但是呢得要能住人，然后你就多找几个乞丐头子，让他们领着手下的乞丐帮你们收集打探消息，你只需要给他们提供吃住就行。你找人把得到的消息分门别类的整理好，用的时候呢就方便查找。修令群眼睛一亮，哎，他咋就没想到呢？这确实是个好方法啊，省钱省力，收集的消息还多，因为无论在哪个地方就没有乞丐去不了的地儿。三哥，不管是什么消息都要，哪怕是某一个官员养的外室，谁谁谁偷男人了，说不定什么时候那这消息就成了对付敌人的利器。洛洛呀，三哥真的要谢谢你了，我这就找人办这件事。送走了修令群，修洛然来找修衍苍，正好呢修令策也在。爹，有件事我忘了说了，我回来的路上不是遇到刺杀了吗？那天我在四王府看到刺杀我的人，所以我才那么冲动，打人打得狠了一些。他没说是修令群提供的消息，既然修令群没和老爹说，那肯定是有他的顾忌的。修衍苍跟修令策很快的对视一眼。洛洛，我们已经猜到是他做的，你别声张，咱们心里有数就行。那天退婚，皇上的态度很暧昧，似乎不太想退。不管咋说，也都不会把你嫁给四王爷的，他不是良配。爷，你放心吧啊，不管我是不是嫁进王府，都会生活得很好的。假如皇上非要让我嫁进去，你们也别反对，我肯定嫁。我保证用不了多久，四王爷就会提出退亲。你被退了亲，会影响你的名声和亲事。没关系的，反正咱们家里也没有其他姐妹啊，不怕受我连累。再说了，被退亲在家没人要更好啊，我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多开心啊！我干嘛要想不开去嫁别人家？
这伺候老的再伺候小的，还要冒着生命危险生一堆孩子。生活中除了男人、老人和孩子都没有我自己了。想要做点什么吧，这一堆人跑过来跟我讲这规矩那规矩的，我烦都要烦死了。我自己在家里想干嘛就干嘛，只要你们不嫌弃我，那多痛快。罗罗啊，你放心，只要爹还在，这儿永远都是你的家。只要大哥在，这就是你的家。修罗然得意地想着，哎呀，这家里有这么些亲人在，他就是与全世界为敌，他也不怕了。小姐，二少爷说他现在很好，叫你别担心。红爷，谢谢你一直照顾二哥，自家人应该的。小姐，门房说那个四王爷又来了，叫人堵住二房那边的门，记着，以后咱们这边再有什么事儿，那边的门通通堵上。是。修令策想说啊，这门可以不用堵了，因为那天公安的事情，修衍山回去以后狠狠地扇了宫氏2巴掌。估计宫氏啊，就是知道那四王爷来了啊，暂时他也不敢过来。修衍仓把四王爷易敬阳和五皇子易敬玄请了进来。昨天易敬阳进宫给母妃淑妃请安的时候，淑妃说：“我探了探你父皇的心思，感觉他不想让你和修家那丫头退婚。杨儿，听母妃的，别和你父皇拧着来，那对你没好处。那丫头丑陋也好，粗鲁也罢，哪怕真的是个傻子呢，你都要把她娶进门，既迎合了你父皇，还能得到修家上下的帮助。然后你可以再纳喜欢的女子，多少都行，虽然不能给他们正妃的位置，侧妃也不错了。你多宠爱他们一些，不比什么都强。等你坐上那个位置，要什么女人没有？”易敬阳想了想，他觉得母妃说的也有道理哈。他今天就来到了镇西侯府商量成亲的细节。半路上呢，他遇到五皇子易敬玄，就强拉硬拽啊，把他也带来了。不知王爷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啊？罗爷，本王今天来呢，是想商量和令爱成亲的问题。大哥，一般情况下，王爷要娶正妃，会给女方多少银子的聘礼啊？我指的是所有的东西都算在内。修令策也大概明白妹妹的意思了。洛洛，20万两左右。修令策故意多说了1倍。四王爷是一个很得圣宠的王爷，20万两有些不符合他的身份。这样吧，聘礼呢就30万两吧。我知道你很不想要娶我，说实在的，我也不想要嫁给你，你我心知肚明。咱们俩人呢都是皇命难违，所以我就直接要30万两的聘礼。你应该也不会在乎这么点银子的，别的呢你就不用劳心劳力费心思准备啦。至于我的嫁妆啊，哎呀，我就一个安里出来的土包子，我爹意思意思，给个180两就行了。嫁妆代表了一个女人的脸面，我很有自知之明的，我没有好相貌好学识，也就没有啥脸面。这家里能给个100两银子，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再说了，王爷娶我是为了遵皇命，又不是想要我嫁妆。王爷，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我30万两的聘礼，你100两的嫁妆，你这是要羞辱谁呢？啊！这样吧，洛洛的嫁妆，爹，我觉得100两是少了点，要不给200两吧？修远仓听大儿子一本正经说出来的话，差点没笑出来，实在是憋不住了。爹，你别生气了，我不要200两了。看到没？我爹现在心情很不好，你的事情谈完了，可以滚了。对了，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你，咱俩扯平了。我可告诉你啊，你如果敢和哪个女人狗打连环，我也去找别的男人去玩玩。本姑娘还是很有男人缘的。至于成亲的日子，随便吧。你现在掏出30万两，那今天也就行。易敬阳差点没把肺给气炸了。他到这儿只说了一句话，修家人就把他的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们到底有没有把他这个王爷放在眼里啊？易敬阳旁边的五皇子易敬玄憋笑憋得太辛苦了，他只能是把右手握拳紧紧地抵在嘴上，不让人看出他的笑模样。修令策看易敬阳要发火了，他温声说道：“王爷，就这么办吧，王府定了哪天成亲，叫人来通知一下即成。”易敬阳觉得他今天来这儿就是个笑话，他就不该来的。他抬脚就往外走，易敬玄紧跟在后边。易敬玄也不能捂着嘴走路呀，手一放下，他那扬起的嘴角就藏不住了。修罗然看到了，狠狠地瞪他一眼，嘴角弯曲的弧度更大了。笑什么笑？嫌你牙白啊？感谢这句话，终于让易敬玄的表情恢复了正常。修远仓送人去了，屋子里修令墨说：“姐，你今天这么对四王爷，
他以后欺负你怎么办？没事儿的，他呀就是个草包，打不过姐姐的。如果他叫人帮忙，我也会叫你们帮忙的。你们帮我打他，打得他哭爹喊娘的。好，大哥，我领木儿到我那玩去啦。去吧。回到自己的房间，修洛然问修令墨：“木儿，你想不想让大哥站起来？”想。只要你好好帮姐姐的忙，大哥就能够站起来，像个正常人一样。真的？真的。姐，你说吧，我需要怎么做？木儿，大哥的腿呢被接歪了，我要把他的腿打断重接。接腿的时候要使用很多的工具，我就需要一个给我递工具的人。姐，那我就是那个递工具的人呗。对，我给大哥接腿，大哥的腿会流很多的血的，你怕不怕？姐，我不怕。木儿真棒，下面姐姐就教你认认这些工具，你要记住了啊。难怪修令策要夸奖修令墨，他是真的很聪明。修洛然教他认了3次，他能准确无误地记住所有工具的名称。手术助手找到了，修洛然也就放心了。还有一些准备工作做完以后，他就可以安心给修令策做手术了。姐嬷嬷，我需要你和曲叔进府帮我，因为我刚刚回府，身边没有可用的人。小姐，我们这就收拾收拾跟你回去。好。回到府里，修洛然安排好素锦和曲后的住处。刚一走进他的房间，修依然、修尔然两姐妹就过来了。修洛然，今天4皇子和5皇子来了，你干嘛还让人堵门？你是傻逼吗？还是说你是猪脑子不懂人事儿？我把门堵上，当然是不希望你们出来。就是我们不出来，4皇子也不会看上你。4皇子肯定能看上你啊，可惜了，我就不让你出来。你个贱人！你站在我家地盘上居然过来骂我，你是不是不想待了？如果你不想留在侯府的话，就可以滚蛋，没人留你。要是你不滚，就给我乖乖的。还有啊，我的家，我家的门，我愿意堵就堵，我又没堵你家的门。洛洛，我是来送这个和衣服的。我娘说时间是明日午时，递上请柬，叫丫鬟送上衣服。修依然向修洛然点点头，带着妹妹就走了。修洛然打开请柬，请柬上写着顺亲王府小郡主易可欣邀请镇西侯府女眷参加王府游园会，赏荷花。公事，既然你把衣服都准备好了，那就别浪费了。修洛然把那衣服卷吧卷吧，在小空间里找到一个方便袋套上，又塞进小空间里了。他在想明天的事情。洛洛，突然三哥修令群叫他：“三哥，我在这儿。”洛洛，三哥向你请教来了。你说卖什么吃食好呢？他笑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我以为你不会过来问我了呢。这个呀就是秘方，你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泄露出去，你这买卖就算是做到头了。”洛洛呀，如果我没看错，这里有不少是中药吧？对啊，是中药，也是调味料。三哥，这个呢就是做卤味的调料秘方，除了粮食，很多能吃的东西差不多都能做卤味。就比如说肉类、菜类、蛋类等等，你先把卤肉和卤下水做起来，其他的呢就顺便都带起来吧。而且下水比肉要便宜多了，卤出来更好吃。他认认真真的看了几遍秘方，然后把那秘方撕了，他也记住了。三哥啊，这个卤完肉菜的汤汁呢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别浪费了啊。你可以把调味料买齐了弄碎，搅拌到一起，装到纱布袋里给他们用，这样秘方就不会泄露出去了。能卤的东西和卤制的时间我就写到这儿了，你就回去慢慢摸索。好好好。三哥啊，明天我要去参加游园会，你一定要来啊，没准还能帮得上我的忙呢。我可是第一次参加，啥也不懂，我怕被人给坑了。洛洛呀，你放心，三哥会去的。你记着啊，除了皇上皇后不能打，其他人惹到了你只管打，出了事家里给你兜着。就因为修远仓父子的这些话，致使修洛然在纨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修炼群走了，修洛然来找素锦。姐嬷嬷，明天我要参加游园会，你给我讲讲我应该注意些什么，有哪些人是我应该回避和远离的，有没有可以结交当朋友的？小姐可知京城4公子和京城3才女？嬷嬷，我从安堂里回来就一直在家里养身子，根本就没怎么出门。我没有娘也没有亲姐妹，二叔家的二婶和3个堂姐，他们和我也不亲，我就像一个刚刚来京城的外地人，那是啥也不知道啊。京城里的贵族圈子因为涉及到皇族就很敏感很复杂，小姐你参加游园会应该也是为了应酬，
如果没有认识的人带着，你去了以后，找个人不多不少的地儿待会儿，看看附近的花草树木，多看多听少说。如果实在不喜欢，找个借口向主人家说一声，就可以回来了。我看莫愁在装傻，再说她太胖了，也不适合带在身边。我倒可以跟着小姐去，只是怕给小姐惹麻烦，没有合适的人跟着，小姐还不如谁也不带呢。嬷嬷说的对。小姐，这京城四公子是镇西侯府长公子修令策，五皇子易敬玄，平亲王府小少爷易鼎兰，京兆尹公子周云朗，京城三才女士尚书府小姐韩静饶，侍郎府小姐夏雨宁，皇家书院院长孙女唐菊秋。这四公子中，除了你大哥，其他三位你可能暂时接触不到，就不说了。我重点和你说说这三位才女，她们多多少少都和你有点关系。小姐，你可要听好了。嬷嬷请讲。这第一位，尚书府小姐韩静饶，是工部尚书韩新运的嫡长孙女，她有才有貌有心机，极其爱慕五皇子易敬玄。因为这个，小姐要离五皇子远一些，防止被他急恨上，那会很麻烦。我知道了，嬷嬷。这第二位，侍郎府小姐夏雨宁，是刑部左侍郎夏怀志的嫡三女。她很喜欢你二哥修令仪，因为你二哥状元出身，她为了博个才名，能配得上你二哥。听说下过狠功夫读书练字，她特别看不起没规矩、没教养、没学识的人。小姐您性子豪爽，不拘小节，估计她可能不会喜欢你。夏雨宁和韩静饶是好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嬷嬷，那这第三位才女呢？唐菊秋小姐倒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才女，不过她很少参加这些活动。她是四王爷的姑舅表妹，皇家书院院长是她爷爷，是四王爷外公。修乐然一边听着一边记着，他要记牢这些关系，以后肯定有用。季嬷嬷，举办这赏花宴的小郡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爹顺亲王子嗣比较艰难，40岁时才生了这么一个女儿，自然是宠上天了。顺亲王本人倒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和皇上的关系很不错。锦嬷嬷看修乐然听得认真，就讲了很多很多，修乐然也都一一记在心里。第二天一大早，修乐然就去了牛马市，买了一头健壮的毛驴回来。他叫了2个男仆，把那毛驴浑身上下都刷得干干净净。修令策看到了，笑着问修乐然：洛洛，你这是要干什么？你怎么买了只驴子没有买车啊？我买驴又不是为了拉车，买车干嘛？洛洛，你买驴不会是要骑着它吧？大哥你说对了，我就是要骑驴去参加顺亲王府的赏花会。修令策满脑门黑线，人家小姑娘出门那不是坐车就是坐轿，自己妹妹倒好，居然想骑驴。洛洛，家里面预备你出门的轿子是大哥不对，可家里还有马车呀，你可以坐着马车去参加赏花会的。大哥，坐马车哪有骑驴好？这一边走还能一边看街景，我就要骑驴去。修乐然扎起长马尾，穿着草绿色的箭袖袍子，翻身上驴，一路向着顺亲王府就来了。哎呦呦，他王二娘啊，你快看，那是哪家的小公子啊，竟然骑着驴。我怎么瞧着那小身板像个丫头呢？他王二娘，你说什么疯话呢？丫头骑驴啊，还不让人家笑话死啊？哎呀，你相信我吧，那骑驴的肯定是个小子。那你说你们议论就议论呗，你们倒是小点声啊！人家正主骑着驴刚刚走过去没多远，你们这儿就扯着嗓门聊上了。修乐然一拽缰绳，那驴就停了下来。他回过头去，大声喝道：你什么眼神啊你？我哪里长得像小子了？本姑娘戴着耳环戴着手镯，你眼瞎了吗？说完也不理会那2个目瞪口呆的妇人，又在那儿嘚儿嘚儿嘚儿的驾着驴走了。等他走远了，后边就炸起锅来了。后边的议论声修乐然是听不到了，可前边迎接他的那一道道震惊、鄙夷、愤怒的目光，让修乐然感觉很不适应啊。修乐然给自己打气，本姑娘是纨绔，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关这些人屁事儿。他们想看就看啊，想议论就议论，以后我要经常骑驴出来的。他们呀，慢慢的就习惯了。修乐然坐在驴上，昂首挺胸，继续向前走。
到了顺亲王府的花园门口，这里进进出出有很多人。哎，你们谁知道刚刚进去的是谁家的小姐啊？太逗了，她骑着驴来的，哎呦，乐死我了！我也没见过，不认识呀。她既然有入园请柬，肯定是大家小姐，不可能没轿子。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家要的就是这个范儿。我觉得她骑驴的样子还挺好看的。那好像是镇西侯府的狄小姐，就是御赐的四王爷的未婚妻。四王爷的未婚妻呀！哎呀，这时间也不早了，哎，大家赶紧进去吧。如果修罗然在这儿的话，一定会认出透露他身份的人，那是他大堂姐修依然。因为修罗然是四王爷的未婚妻，事关皇家颜面，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议论他了。但是四王爷的未婚妻打扮得不男不女，骑着毛驴来参加游园会的消息却马上就传开了。他这样的是怎么混进来的？随便跟在哪个贵女身边装成丫鬟混进来还不容易？看门的也是，怎么放了这么个四不像的东西进来，真是碍眼。忍无可忍的修罗然转过身来，走到这群贵女面前。刚刚的话是谁说的？贵女们看他来者不善，也都不说话了。有胆量在背后议论别人，却没有勇气承认吗？怎么变成缩头乌龟啊？缩进网吧壳里了？就是我说的，怎么地？看看你的头，看看你的脸，再看看你的衣服，哪里像个贵女的样子？有谁规定贵女不能梳我这样的发饰，不能穿我这样的衣服？我的脸画的是不漂亮吗？可是总比你强吧。我的衣服再难看，把我包裹得很严实，你看看你脖子下面露出那么大一片肉，是想干嘛？你是想要勾引男人，还是想要卖那个什么？那贵女听了修罗然的话，马上用手捂住了前胸，她气得双眼冒火，瞪着修罗然，正要破口大骂。旁边一个贵女听着修罗然的话太难听了，她就说：“这位小姐，适可而止吧。”可这修罗然可没打算轻轻放过她呀，他对那捂胸的贵女说：“我就算再不是个东西，那有我爹娘管着，有我哥哥管，我犯了国法还有朝廷和皇上管，那怎么着也轮不到你来管吧？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来管我？我给你提个忠告，以后出门管好你的破嘴，小心挨揍。你揍我一下试试！”啪的一声，修罗然那一巴掌就甩了过去。我答应你的要求做你了，不用感谢我。你这个贱人！修罗然没有说话，他轻轻解下了缠在腰间的鞭子，抖了抖。看来我是刚刚打得太轻了，你没吸取教训啊。刚刚叫修罗然适可而止的贵女上前一步：“小姐，得饶人处且饶人。”修罗然看了他一眼，重新把鞭子缠在腰上，转身离开。在家的时候我怎么和你说的？少说话，少说话！你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你的脸已经肿了，咱们回去吧。这两个贵女都带着丫鬟回家了，其他贵女都提醒自己，以后遇到刚刚那个女人得躲远点儿。而不远处假山后边，五皇子易敬玄和七皇子易敬阁站在这儿，从头看到尾儿。五哥，四哥的这个未婚妻一言不合就要打人，你说四哥把她娶回家，四哥会不会挨揍啊？你想知道四哥会不会挨揍？等四哥成了亲，你自己去问他吧。修家那丫头鬼得很，他和四哥两个人脾性不合，这婚事最终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呢。哎，五哥，你等等我，你这是要去哪里啊？易敬玄倒是觉得那丫头走到哪儿都有故事。赏花会太无聊，他就决定暗中跟着那个小丫头。跟她干嘛呀？嗨，跟她看热闹呗，那还能干啥呀？修罗然拐了个弯，就看到修依然、修尔然两姐妹带着一个眉眼长得有些像宫氏的姑娘，围绕在几个贵女身边。修罗然慢慢向那群贵女靠近，装作路过的样子。我听小郡主说，4、5、6、7四位皇子他都邀请了，看来我们今天有眼福了，能一睹众皇子的风采。我提醒你啊，看看就好，可别有非分之想。有的人不是你能惦记的。知道，我这人很有自知之明，我可不像某侯府的小姐，又傻又丑，还没有教养，却硬扒着4皇子不放。你说话就说话，干嘛指名道姓的？我哪里指名道姓了？我说谁了？我可不承认啊。不管怎么说，4皇子已经名花有主了，大家就别惦记了。可惜6皇子从来不参加这种赏花会，今天是看不到他了。
其他2个皇子，我保证只是看看。啊，韩小姐，你看什么呢？所有贵女顺着韩静饶的目光一起看向修洛然。乐乐，你来啦？怎么没去找我们去？我们可是等了你好久呢。修洛然斜着眼睛看向修依然。啊，你们告诉我11点来，你们却9点刚过就过来了，还说什么在家等我好久，这睁眼说瞎话的功夫也真是没谁了。依然，这位小姐是谁啊？这是我大伯家的堂妹修洛然。你就是修洛然，我哥就是你打的。修依然一听不好，他可不能让宫贝贝扯出公安的事儿来。他把宫贝贝一把拉过来，行了表姐，有些事情心里知道就得了，说出来干嘛呀？都是自家人，别让外人笑话。哼，修依然，你很好。看在这是你最后一次参加这么高端聚会的份上，本姑娘就不和你计较了。希望你这次玩得愉快，因为没有下次。想到这儿，修洛然转身就要离开。修小姐，等一下。修洛然回头看去，是刚刚紧靠在韩静饶身边的那个贵女。本姑娘讨厌你，无关面相。讨厌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贵女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柔声说：我叫夏雨宁，我可以去你家玩吗？修洛然在夏雨宁眼睛里看到了对她的嫌弃、鄙夷和不屑。修洛然很干脆地说：我不认识你，我们不熟。你以为夏小姐是想和你做朋友吗？你也不拿镜子照照，你够不够格？二姐，你是在告诉我夏小姐到我家去是另有目的喽？洛洛，别听你二姐的，她啥也不知道，就是瞎说。阿然，走，咱们和表姐到那边看看去。夏雨宁的脸已经沉下来了，修依然可不想再继续留在这儿，被夏雨宁迁怒。修依然姐妹和宫贝贝向另一边去了，修洛然也跟着离开了，只是他和修依然走的并不是同一个方向。修洛然绕来绕去，终于是找到了修依然姐妹，她隐身在几丛高大的花木后边，不远不近地监视着他们。2个丫鬟慢慢走过来，并没有发现旁边一身绿袍的修洛然。她顺着丫鬟走来的方向找过去，没走出去多远，就看到一帮小姑娘闹闹哄哄的，还不时有压抑的抽泣声传来。修洛然急急忙忙跑过去，不用问，这正是舅舅家的表妹们，因为其中有个小姑娘跟她娘特别像。不过还是得先确认一下。张淑梅是我娘。表姐，说吧，他们为什么欺负你们？打你们了吗？我二叔外放到南方做知府，林小姐非说我二叔抢了他爹的位置，见到三妹就骂了起来。林小姐的姐妹帮着一起骂，有一个还上来掐三妹，我们打不过他们，也骂不过他们。别怕，看表姐给你们报仇。刚刚谁欺负我表妹了？给我站出来！对面5个林家小姐一看，张家姐妹来帮手了，只不过这个帮手打扮得很奇怪，还很瘦小，他们压根儿没有把修洛然当回事儿。有个抢人家官职的爹，这女儿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看看那风骚样，也不知道有过多少男人了。修洛然大怒，上去左右开弓，啪啪啪的就是一通扇。修洛然把林家姐妹踹倒了2个，然后就看着张家3姐妹打林家的3姐妹。张玉芝听丫鬟说妹妹们被欺负了，她连忙带着2个弟弟张玉洲和张玉谦匆匆赶过来。张家3姐妹看到了哥哥们过来，顿时就有了主心骨。哥，他们骂我们，还掐我了。张家3兄弟安慰好妹妹，就看向了修洛然。几位表哥，回去告诉外公，过几天我就去看看他老人家去。我走啦。不等张家兄弟开口，修洛然已经走出很远了。林家姐妹看到张家公子们来了，拉起地上的2个，一溜烟儿就跑了。张玉芝问妹妹们：打人的感觉怎么样啊？大哥，我现在敢打人了，表姐说受了憋屈打回去就不难受了，我现在就不难受了。大哥，我也是，我刚刚还踹了地上那2个好几脚呢，谁让他们骂我，还说二叔抢他爹的官儿，我看抢得好，活该。你们的衣服皱了，脸也花了，咱们回去吧。张家兄妹离开了，不远处的树上，7皇子悄悄对5皇子说：五哥，我看4哥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呀。易敬玄笑了，这丫头教表妹们打架，这怎么这么逗呢？修洛然很快找到了修依然姐妹，她们表姐妹3个并没有和别人一起，而是单独坐在一座小凉亭里。姐，那个我要去茅厕。
依然，我陪二然去吧。你们别耽搁，快去快回。茅厕并不远，表姐妹两个很快就到了。他们俩并没有注意到身后有人正跟着他们呢。宫贝贝和萧傲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反正这些该死的蜜蜂啊、蝴蝶啊，竟围着他们飞。花园里，很多人在他们后边看到了奇景。夏雨宁悄悄地问韩静饶：“你说修依然姐妹跑了，会不会和修洛然有关？”雨宁，没有证据的事情别乱说。知道了。众贵女往回走，树上，七皇子易静阁问五皇子易静玄：“五哥，这么短的时间，修洛然是怎么给修二小姐换的衣衫啊？”花木遮挡，他们没看到。那你问我，我问谁去啊？易静玄也想知道啊。他感觉也就一眨眼的功夫，修二小姐就换了衣衫出来了，后边还追着几只蜂蝶。不过看修大小姐的反应，她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她拽着妹妹跑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被成群的蜜蜂和蝴蝶追呢。修二小姐来茅厕的时候还很从容，换了衣服回去之后，修大小姐才变了脸。光想问题去了，个死修洛然跑哪儿去了？修依然姐妹离开了，修洛然心情大好，她知道游园赏花会应该快开始了。参加赏花会的人开始向荷塘靠拢，他也不紧不慢地向着荷塘走去。另外一条小路上，四王爷易静阳带着一大群年轻男子慢慢向荷塘走来，跟着修洛然走了个顶头碰。修洛然不想跟易静阳打招呼，他假装没看到易静阳，转身踏进花池。洛洛，四王爷在此。修洛然的堂哥修令奇跟在易静阳身后，看修洛然没有理会易静阳，他开口把修洛然叫住了。修洛然假装没听到，继续向前走。修洛然，叫我干嘛？易静阳叫住修洛然，他是真的没想干嘛，只是觉得修洛然无视他，他就把他叫住了。莫名其妙。而后又继续向荷塘走。易静阳参加赏花会的好心情一下子全没了。修洛然，你怎么把四皇子气跑了呢？你给我们叫回来。就是啊，你是不是怕四皇子看上了别人，所以才不叫四皇子过来这边？看他那个丑样子，四皇子能看上他才怪呢。咱们好好的机会被他给搅和了，真是丑人多作怪。修洛然静静地站在那儿，接受着众贵女的声讨。一开始时呢，人声鼎沸，渐渐的，因为修洛然这个当事人一言不发，众贵女们的声音也慢慢小了下来。怎么，你们不说了？那我说，你们说的对，四皇子有我这么个未婚妻，确实是挺没面子的。我确实配不上四皇子，但是这是皇上赐婚，你们生气、羡慕、嫉妒、发疯都没用。有这个时间在这儿瞎逼逼啊，还不如回家去好好想想，怎么让皇上取消这个婚约，然后你们顶上。如果你们做不到，就给我闭上你们的臭嘴。我修洛然，就还是四皇子的未婚妻，以后我就是四王妃。我坐着，你们就得给我站着，不服气也得给我憋着。众贵女听了修洛然的话，都是敢怒不敢言。刚刚你们也看到了，是我不让四皇子过来的吗？我有这本事吗？你们既然想要去见四皇子，还有其他世家公子们，那你们就去追啊！来和我叫什么号？你们几个不是喜欢四皇子吗？他那4个侧妃的位子不是还空着吗？你们倒是去抢啊！把矛头对准我有什么用啊？韩静饶一直在偷偷观察着修洛然，都说他傻，可他这话说的却一点都不傻。肃静，我们小郡主已经到了，请大家移步去荷塘上的水榭观赏荷花，赏花会马上开始。众贵女们在丫鬟的带领下向着水榭走去。韩静饶状似无意地对夏雨宁说：“每年的赏花会都很热闹，今年四皇子把各家公子都带走了，贵女们也走了有10几个了，感觉人少了好多哎。都怪那个该死的修洛然，把贵女打跑了不算，居然把四皇子也气跑了。等一会儿小郡主来了，我一定和她说说这事儿。点到就好，别让小郡主以为你是个多事的人。我知道了，谢谢你啊，静饶。”贵女们上了廊桥，廊桥两边有半米高的护栏，是通向荷塘中的水榭的必经之路。修洛然走在最后，等他进了水榭，发现所有贵女都在看着他。一个长相精致、穿戴华丽的小姑娘来到他面前：“你就是修洛然？”“是啊。”“你好大的胆子！就因为你，贵女走了好几波，四皇子也带走了一大群人。你说你把我的客人都打跑了，该当何罪？”“他们欺负人打人，我就打他们呗。4
四皇子他们是自己走的，与我何干？易可心看修洛然的马尾发饰和箭袖袍子，不得不说，这样的打扮很利索，很清爽，她也很喜欢。她本想跟修洛然好好聊聊，交个朋友的，可是这死女人撵跑了她的客人，她怎么能给她好脸色呢？你是占西侯府的吧？撵跑了我的客人，我不管你是谁，我的赏花会都不欢迎你，请你离开。行啊，那告辞。易可心也是一愣，他本以为修洛然会跟他求情，在这儿多待一会儿，他都想好了，只要修洛然求情，他就留他在这儿待着，反正他也想跟他交个朋友嘛。好大的派头啊！做了错事，连句道歉的话都不会说吗？知道的是他把人撵跑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感人的是小郡主呢。谁说不是呢？可惜了小郡主的赏花会，少了这么多人，尤其是各家公子们都不在，今年的赏花会恐怕是最没意思的了。贵女们一听韩静饶和夏雨宁这么说，也都纷纷的开始指责起修洛然来。可修洛然已经离开了水榭，走到廊桥上了。一个站在廊桥上的贵女看他走了过来，悄悄伸出一只脚想绊他，可修洛然却假装没看到，狠狠的一脚就踩了下去。修洛然，你是不是想把我的客人都赶跑啊？你给我滚！好多人向着廊桥涌来，那廊桥虽然不窄，但是架不住人多呀，这也是显得有些拥挤的。韩静饶看向站在廊桥栏杆边的修洛然，柔声提醒大家，下面的水可不浅啊，大家注意脚下，别失足掉下去。易可心站在修洛然面前，伸手想把修洛然拉走，韩静饶偷偷给自己的丫鬟使了个眼色，只听扑通一声，有人翻出廊桥栏杆，掉进了荷塘里。那掉进水里的人就是修洛然。来人呐！快来人啊！救人呐！荷塘四周不断地传来脚步声，有不少人向这儿跑来，而荷塘里修洛然假装扑腾出水面。救命！爹救我！大哥，救我！大哥！一串水泡冒上来，修洛然又沉了下去。7、8个男仆跑上廊桥，准备下水救人，贵女们都躲到水榭里。韩静饶看着平静的水面，他心情愉悦，嘴角弯了起来。不断的有男仆下水上来，再下水再上来，可是就是没找到人呢。易可心都要急疯了，他带着哭腔吩咐自己的丫鬟，快回府去叫我父王来，快去！邢柳琴假装刚刚得到消息跑过来，他听说自己的妹妹掉进水里了，衣服都没脱，就从荷塘边跳进了水里。水榭里突然有人指着远方大叫道，那里，人在那里！众人顺着指引的方向看去，只见修令群抱着修洛然在荷塘的浅水处慢慢向着岸边走过来。修令群上了岸，就向着花园门口跑去。他刚一出了花园，就碰上刚刚赶到的顺亲王，也就是易可心的父王。王爷，我带妹妹回去找郎中。顺亲王走进花园，遣散男仆就过来看自己的女儿。你怎么才来啊？吓死我了！乖，没事了没事了，修家的小子带人找郎中去了，走啊，父王带你回家。你们也散了吧。夏雨宁把韩静饶拉到一边，好好的赏花会都被这个倒霉鬼给搅和了，真扫兴。走，去我家荷塘玩去。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他以后可是你的小姑子。有个这样的小姑子，我真是够倒霉的了。那你不嫁修令一不就得了？不可能，我这辈子非他不嫁。人都要走光了，咱们快点。一棵大树上，七皇子易敬阁问五皇子易敬玄：五哥，那个修洛然是怎么掉下去的？反正不是他自己跳下去的。易敬玄想着当时的场景，虽然这里离廊桥很远，他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大约也看明白了修洛然是怎么掉下去的。韩静饶，这女人的心机可够深的呀。镇西侯府修洛然的房间里，修令群看着换了衣服的修洛然。洛洛，你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咱俩，我没告诉爹和大哥。我是被韩静饶害得落了水，他的丫鬟撞了没站稳的易可心，易可心扑向我，把我扑进了荷塘里。韩静饶，他为什么要害你啊？我也想要知道，我到底是哪里得罪了他。洛洛，京城不比别的地方，这里的人际关系相当复杂，尤其是现在皇储未定，
很多人你看着是拥护这个人的，其实他支持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所以很多事情你得多听多看，少说话。我知道了。哼，你这丫头，听你喊救命，我的魂都吓没了，正准备跳下水，想到你喊救命的时候根本没喊我，我就断定你是故意这么喊的，你应该没有危险。后来看到你扔在水面上的水草，我就知道你在那里，就跳下去捞你，说啥也不能让别的男人把你抱上来。我就知道三哥聪明，一定能够明白我的意思。修洛然想，韩静饶的做法太恶毒了，若是自己不懂水性，今天自己这结局不是被淹死，就是名声尽失。韩静饶，我记住你了。哼哼，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们走着瞧。露露，不管啥原因，韩静饶既然想淹死你，他就是咱们家的敌人，以后你一定要防着他。不过呢，明面上要装成一无所知的样子。好，我会把这事儿告诉爹和大哥的，让他们心里也有数。顺亲王府，顺亲王看着情绪已经稳定下来的女儿，星儿，你和爹详细说说当时的经过。易可心认真回忆了一下，就把当时他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事情一一向自己老爹讲述了一遍。就是说，你没看到撞你的人是谁，还有，如果修洛然不推你一把，你也得跟着掉下水。是的，爹。有人撞上你的时候，没有人看到吗？韩静饶叫大家小心，当时大家怕掉下去，都只顾着看脚下和栏杆。星儿，你再想想，假如你和修洛然都掉进水里了，那些闺秀们会如何说呀？爹的意思是，他们会说是我把修洛然推下去的。你当时不是想把修洛然赶走吗？你叫他滚，大家应该都听到了，你还伸手要拉他，这也是大家看到的。然后修洛然掉水里了，你却好好站在那儿。可我没推他，我就是没有，修洛然应该知道的。星儿，别急，你很聪明，有时候就是因为太急躁，有些事情没有想清楚。你好好想想，推你的人当时不是还说话了吗？是你熟悉的声音吗？我没听过那个声音，很可能是谁家的丫鬟，要不就是哪家不经常说话的小姐。修家丫头落水这事儿，肯定是有人背后操纵，他的目标可能是你，也可能是修家的丫头。如果修家那丫头有个好歹，你就得背上个杀人的名声。如果你和他一起掉下去了，兴许人家会说你赶人，修家丫头气急了把你拽下去的，或者你们两个厮打一起掉下去的，再或者你趁那个丫头不注意把她推下去的。不管咋说，对你都很不利呀。爹，那你说这事到底是谁干的？为什么大家没看到是谁撞你的？当时是韩静饶说。爹，你是说这事是韩静饶做的？星儿，我不在现场，我不能妄下结论。不过这样的聚会尽量少办几次，如果你想玩，请几个好朋友小聚一下就行了，免得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爹可就你一个宝贝疙瘩，爹很害怕你有个什么闪失啊。这些女娃一个个的年纪不大，满肚子的阴谋诡计。星儿太单纯了，哪里是他们的对手？爹，是星儿不懂事，总想着玩，让你担心了。我听你的，以后就找几个好朋友一起玩玩啊！不，我如果想玩了，就带几个丫鬟自己玩去，谁也不叫。爹，你不知道，今天发生了好多事儿呢。我告诉你啊。顺亲王听着听着突然笑了。修家那丫头挺有意思呀，可她赶走了我的客人。星儿啊，有些事情呢，你不能光看表面，知道吗？顺亲王的心腹跟班八全进来了，把顺亲王拉到一边，小声说道：王爷，张老爷派人送了封密信给你。顺亲王躲开了易可心探过来的脑袋，转过身打开信封，他很快就看完了信，顺手把那信撕成了碎片。爹，啥事儿啊？有个老家伙约我钓鱼去，说是要和我比赛，我会输给他吗？那你明天要去钓鱼啊？是啊，星儿，你一天天就知道玩，你多久没有去看过你母妃还有外公了？那我明天看我母妃和外公去。行，如果你愿意，在那里住几天也行。不过
要叫人回来告诉我一声。是父王。第二天上午，修罗然仍旧骑着他那头驴来到了顺亲王府的门口。不就是有个破荷塘吗？赏个破荷花还要把我赶出去，害得我掉进了水里。你们听着，你们通通给我进荷塘里，把所有的荷花荷叶都给我砍光掐光，我要把这片荷塘变成光板的，我叫他再赏花赏个屁。虽然这荷塘很大，可来的人多呀。再说了，那砍荷叶掐荷花也不费什么力气啊，所以没用多少时间，整个荷塘就已经变得一片狼藉了。我要让这里再也看不到一朵荷花，看不到一片荷叶，不让我赏荷花，那就谁也别赏，谁也别看。于是所有的荷花荷叶都被抱上了大马车，5、6辆大马车不够用，修罗然临时又雇了6、7辆，当真是把整个荷塘的荷叶荷花都收拾得一片儿不剩。修罗然把荷叶荷花拉回到镇西侯府，引得半条街的人都过来观看。于是不到半天，侯府小姐因为人家不让她赏荷花，她就掐光了王府的荷叶荷花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京城。当天傍晚时分，顺亲王回府，他知道荷花荷叶被砍的事儿，勃然大怒，带着护卫和家丁就打上镇西侯府的门。他们进府之后，身后的侯府大门就被紧闭了。侯府里的人嘴也紧，没有人知道侯府跟王府是怎么交涉的。那些看热闹的人始终坚守在镇西侯府的大门外，等了好久，侯府门才打开。可是他们依然不知道发生了啥呀。顺亲王得意地走了出来，镇西侯修远仓和长子修令策恭敬地陪着，他们不停地点头哈腰赔礼道歉。一时之间，镇西侯府的嫡女修洛然干啥不行，惹祸第1名的名声算是传出去了，惹得他父兄到处赔礼道歉。爹，你觉得现在是不是时候？准备工作我们都做好了，我们只需要听从洛洛的安排就可以了，也该结束了。好。这天，修远仓带着4个儿子和1个女儿来到西跨院找修远山。大哥，你们来了，快坐。宫氏跟2个女儿对视一眼，他感觉大事不妙，总觉得要有什么不利于他的事情要发生了。他偷偷向身边婆子递了个眼色，那婆子就要离开。所有人都别动，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三哥。只见修令群一挥手，很多人就涌了进来，把那西跨院主院的所有下人都赶到了一个空房间看管起来。你们干嘛？抄家呀？二婶说对了，差不多吧。二叔，我们今天来是要收回内宅管家权的。本来呢，这只是一件极小事，几句话就成，搞成现在这阵势，我们也是没办法。你们以为谁愿意管这个破家呀？不就是不想让我再管家了吗？我把账本交出来就是。账本肯定是要交的，二婶先别急，我有句话要问问你们。二叔二婶，你们家除了我二叔大堂哥的俸禄之外，还有别的收入吗？修远山父子俩大约知道修远仓他们是来干嘛了，他们一齐看向宫氏。宫氏无奈，只得老实的回答：没有。那就好，记住你的话。三哥，把程妈妈请过来。一听要请程妈妈，宫氏和她身边几个婆子还有修依然姐妹俩都变了脸色，只有修远山父子一副懵懂的样子。程妈妈很快就过来了。程妈妈，说说你的事情吧。好，我跟着小姐嫁过来之后，就一直管着小姐的嫁妆。小姐去世后，有一次我病得卧床不起了，就把管理嫁妆这事儿交给了陆妈妈，我就回老家养病去了。我当时想着，如果养不好就死在家里，也省得给府里添麻烦。谁知道老天开恩，我的病好了，我就回来了。一回来我就发现不对劲了，陆妈妈根本不想让我再接手管小姐的嫁妆，我问了2次，她都搪塞过去。后来，程妈妈看了宫氏一眼。后来，我被陷害赶回了老家，我想找侯爷和大公子，告诉他们我是冤枉的，可他们都不在家。把陆妈妈叫来。修令群伸手把宫氏旁边的一个婆子拉过来。你就是陆妈妈？陆妈妈看了半天，她知道今儿这事儿恐怕不能善了了，她想跪下来求情，却被修洛然拦住了。你有什么要说的吗？老奴无话可说。三哥，你带人到陆妈妈住处，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
都搬到这儿来。修令群带了很多人去，很快就回来了，7、8口大箱子呀，都装得满满的。把箱子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倒出来。那东西一倒出来，程妈妈就大声地喊：天哪，这里好多东西都是小姐的嫁妆呀！陆妈妈，你就是这么管小姐嫁妆的吗？都管到你自己的箱子里去了。当年你跟着小姐嫁来侯府，我可是记得很清楚，你只带了一个小包袱和10几两银子。二叔，我二婶当家，虽然这嫁妆是我娘的，陆妈妈是我娘的陪嫁，可如果没有二婶的默许，陆妈妈敢这么贪吗？二婶如果不捞点好处，她会同意吗？你别满嘴胡诌啊！二婶别急，没有证据我敢冤枉你吗？二叔可在这儿坐着呢。我再说一遍，谁也不许动，有谁敢随便乱动的，就给我往死里打。是。二婶，请你把这些年内宅的宫中账本交出来。修家前院男主子们的开销有个账房记账，后宅女主子们的开销在张氏去世后一直都是宫氏在管。宫氏不想拿，可在修远山利剑一样的目光逼视下，他只得叫何妈妈把账本拿出来了，厚厚的一大摞呀。修乐然接过账本，粗略地翻了翻。这个是咱们侯府15年来内宅的花销，我算算啊。二婶大手笔啊，这15年光账面上你就花了130、40万两，也就是说每年差不多花了有10万两，这是内宅账本吧？我这15年不在家，我家也就红姨算是半个女主子。请问二婶，你这一年小10万两的银子都花到哪里去了？说吧，钱花哪里去了？你可千万别说都花我和我闺女身上了。宫氏死咬着牙，就是不开口。你不说我们就不知道了吗？二叔，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认真查一下，这15年来，我二婶除了往娘家拿我娘的嫁妆之外，还借给她3个哥哥多少钱，而且从来都是有借无还。二婶，这130、40万两，我算你120万两。你往娘家拿的钱财还有我娘的嫁妆，算30万两，一共就是150万两。你们家和你那3个姐姐4个女主子，我家就算我一个，但是我不在家，我可没有花过这其中1文钱，不算。你们算是侯府的女眷，一人1个月500两的花销不算少了吧？一人1年就是6000两，你们4个1年2万4，15年36万。我给你们凑个整，算是40万，我再给你们加20万，你们娘儿4个这15年就花了60万两，150万两扣除这60万两，你得给我退回来90万两，敢少我1文钱，你们试试。修洛然，你别太过分！呸，是我过分，还是你们过分啊？吃住花销都是我的，等于是我们大房在养着你们二房，可是我们总不能连二婶的娘家也一并养着吧？就养着了，又不是花你的钱。当然不是花我的钱，那可是我爹的卖命钱，他在战场上拼命赚的钱。我爹现在身上还有伤呢，天天被病痛折磨。我爹的钱将来是要留给我们兄妹的，不是留给公家的。别说这些屁话，给钱。就不给，你那怎么爹？哼，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你们娘们这么不要脸的啊！先是设计害死我娘，再来算计她嫁妆，然后花我们的钱，再然后是不是要一个个的把我们都害死，然后你们当这侯府的主人啊？修令策4兄弟一个个都瞪大眼睛看着二房的人，眼中满是愤怒。修远仓呢，只能低着头不说话。修远山看着宫氏，拿钱。我没钱。你没钱？我们大房都快被你们搬空了，你敢说你没钱？令旗，拿纸笔来，我要写休书。公事，你听好了，写了休书，这钱你也得拿。我不管你去哪里弄钱，90万两，少1分都不行。宫氏看着修远山，20多年的夫妻，他还是很了解修远山的，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宫氏跌跌撞撞地回到卧房，把所有的银票拿出来数了数，还有100多万两。他刚要拿出90万两，修尔然大叫着就要过来抢银票。娘，你干嘛把咱们家的钱给他？你家的钱？你知不知道你爹和你哥1个月的俸禄加起来有多少钱？他们2个各种薪资俸禄福利加起来1个月也就100多两。我大堂哥当官也没几年吧，就算15年前他就当官了，他的俸禄才多少钱？你家做生意了吗？你家种地了吗？别告诉我这些钱是你爹还有你哥贪来的，难道说这些钱是你们娘们赚来的？
修尔然哑巴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反驳修洛然。他用眼神向修依然求救，修依然就只是静静地坐着，把脸扭向另一边，好像这些事情跟他没啥关系。这还只是账面上的，还有些没走账的，咱慢慢算。修家家大业大，虽然营收多，但架不住你们二房能花呀。这么多年来，我几个哥哥靠着月例，每个月就20几两银子过日子，你们二房兄妹几个那可是锦衣玉食。看看你们这吃穿，看看你们这做派，那真是侯府小姐侯府公子的派头。公账上每年光是维持你们二房的日常开销，那就是一大笔钱。还有二婶还隔三差五的就支出几万两，至于花哪里去了，恐怕只有他自己清楚吧。二叔看到没，90万两，以你对你媳妇儿的了解，他会随随便便就拿出来吗？既然他拿了出来，说明他还有更多。你别太过分。又一个说我过分的啊，二婶，我有你过分吗？陆妈妈，你可是我娘的陪嫁，可你却做了对不起我娘的事情。我提醒你，你可不是一个人，一家人，你还有父母和兄弟姐妹，他们都在张府我外公家。如果你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我就告诉我外公我舅舅，把你们一家都卖到矿上去，卖到边疆去。公氏看修洛然威胁陆妈妈，他想过来把陆妈妈拉到他身边。哎，二婶，你别乱动啊，刀剑无眼，伤了你我可不负责。公氏胆怯地看着边上护卫手中的刀枪，他不敢动了，他就那么咬着牙站在那儿。陆妈妈，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要想清楚啊。小姐没死的时候，二夫人就找上我，许了我很多好处，让我把小姐的事儿偷偷告诉她。我想就是我不说，二夫人也会问别人，我就同意了。后来小姐怀孕了，我听二夫人偷偷和何妈妈说，小姐又怀孕，耽误她那房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于是我就在那次小姐去花园散心的时候，找人推她，让我闪开。我本以为小姐顶多就是小产，我真没想到小姐会没命啊！你为了一点点好处害死了我娘，我成了没娘的小可怜去了安堂，小小年纪就在安堂里谋生，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修洛然大叫，又是一番拳打脚踢。洛洛，先让他说完。小姐去世以后，二夫人开始管家，她惦记小姐的嫁妆，可是程妈妈看得紧，她无从下手。后来程妈妈回老家养病，嫁妆就交给我管。二夫人当天就叫我开了库房，把很多她看中的东西都搬走了。她说我搬我的，你搬你的。你们这么搬，不怕被我爹和我哥他们发现吗？我怕呀，所以程妈妈养好病回来，我就听二夫人的，打死不把库房的钥匙交出去，这也不是办法呀。二夫人就偷偷叫人抬了5箱子嫁妆，放到程妈妈家里，她带人去拿走。二夫人威胁程妈妈，要么你回老家去，永远别来京城了，要么我叫人把你送到衙门去坐牢。程妈妈没找到侯爷和大少爷，就只能回老家了。程妈妈一走，二夫人开始明目张胆地拿小姐的嫁妆，还经常领着她哥哥嫂子来拿。她每次拿了特别值钱的东西，就会找一件模样差不多的便宜货送进去充数。等她把好东西都换得差不多了，就设计一场火灾，让她放嫁妆的库房失火，烧个精光，自然就没人再关心嫁妆是不是被换了。这人真的是可杀不可救。我爹的容忍竟然让你变本加厉的偷起来，你天天偷，这都偷了15年了。我娘的嫁妆估计也没剩下多少了，就是剩下的那些不是不值钱的，要么就是假货。陆妈妈，你可真是个好奴才。大哥，你说要怎么发落他？陆妈妈怎么说也是张家的人，她的父母儿女也还在张家当差，还是请大舅来决定吧。张氏的大弟弟张旭刚被请来了，他弄清楚事情的经过以后，直接叫人一顿大板子打下来。他指着陆妈妈恶狠狠地说，你最好把这些年说的做的知道的都说出来，不然你的父母你的女儿我一个也不放过，统统送到衙门去凌迟了。陆妈妈怕了，
他绞尽脑汁，什么能说的不能说的，该说的不该说的，他一五一十都说了。根据他的指点，修令群带着人打开了库房的密室，从里边搬出了18个箱子。好家伙，那18个箱子可真是满满的。一打开箱子，程妈妈就大叫：老天爷呀，这些差不多都是小姐的嫁妆呀！二婶你行啊，吃我们大房的，住我们大房的，还要拿走我娘的嫁妆，那是我外公给我娘的，我娘不在了，那就是我将来的嫁妆，你有什么资格拿？怪不得你要害我娘，原来你早有打算。你是不是准备把我娘所有的嫁妆都搬到你们二房，留给你女儿当嫁妆？你嫁女儿用你自己的嫁妆，偷我娘的干什么？那是我的，我的！修乐然说着说着，气满胸膛，冲上去对着宫氏就是一顿的拳打脚踢。舅舅，你劝劝我爹吧，他可怜自己弟弟在二叔一家住我们府里，可人家是怎么对我们的？他们这是要偷光我们，榨干我们。二婶天天说我没教养，你他妈有教养！你偷我家东西，我没教养还不是拜你所赐？你害死了我娘，我没娘教导哪来的教养？修乐然说完放声大哭。莫愁看到自家小姐哭，她也跟着哭起来，哭得很大声，惊天动地。姐夫，你怎么说？这是我的家事，你们修家的破事我才懒得管呢。但如果你再让我的外甥受委屈，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是打不过你，不过我保证不会让你好过。张旭刚说完扭头就走。修洛然叫道：谢谢舅舅，舅舅你告诉外公我和哥哥们都很好，让他放心，我有时间就看他老人家去。还有你把陆妈妈也一并带走吧。张家的奴才修家怎么处置都不太合适。哈哈哈，好，有空去我家找你表妹们玩，他们想你了。说完带着陆妈妈就走了。三哥，挖这里。露露，你给我们留点吧。留点？说的好像这是你家东西似的。我们大房养了你们15年了，还不够吗？你的儿女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别说这是你的嫁妆啊，你当年是怎么嫁进侯府的？进门时带了多少嫁妆？用不用我找个人帮你回忆一下？听了这话，宫氏彻底蔫了。修令群带人又挖出了5个大箱子，有一个箱子的金银珠宝上边还有一摞厚厚的银票。修令群悄悄装了起来，然后才把那东西给大家看了一眼。宫氏已经心灰意冷了，也不再做什么无谓的挣扎。二叔，看清楚，这些东西都不是你家的吧？这就是你媳妇干的，这还不算她拿回娘家的东西和银子呢。她娘家来人了，哪次临走是不是大包小包，兜里还揣得满满的？自从我二婶当家以后，公家的生活水平那是直线上升，偷偷拿个3件5件的东西，银子拿个1、2、8千的，你说你不知道还说得过去。我二婶拿这么多，你说你不知道谁信？修远山沉着脸，就是不说话。二叔，如果你再让二婶当家，恐怕我们大房的东西都成了你们二房的。哦，不对，应该说都成了我二婶和公家的。我就纳闷了，我二婶做了这么多事，二叔你不会一点都不知道吧？是不是哪天我二婶把所有的钱财都卷走，跟个野男人跑了，二叔你都不知道？放肆！洛洛，行，我说错了，我道歉。修洛然的认错态度很快。这时修令群派去的人已经从修依然、修尔然姐妹俩的院子搜宝回来了。二叔，你是不是觉得我这当侄女的很过分？我告诉你，和你媳妇儿比起来，我这还真不算啥。我二婶她可能就觉得总有这么一天，她这管家权得要交出来，侯府她就管不了了。她当家当惯了，她不想放弃对侯府的掌控，于是她就特别热心的给我爹张罗女人，希望我爹娶个继室。她介绍的女人都是什么人呢？她娘家的庶妹，她的远房侄女儿，小官家的软弱嫡女，反正都是她能拿捏得住的。我二婶要把二堂姐过继给我爹当嫡长女，要把我变成嫡次女，她可真是个好娘啊。我二婶多次暗示我爹，我大哥残了，我二哥是个书呆子，我三哥不务正业，他们哥3个谁也不如你家。我令其堂哥优秀，让我爹把世子之位让给令其堂哥，那是我爹拿命拼来的爵位，他还惦记上了，真是太不要脸了。他的脸比天都大。行了，洛洛，你别说了。别说了，那怎么行呢？二叔，我还没说到重点上呢。你知道我二婶是怎么管家的吗？她贪就算了，反正肉烂在锅里你们宽裕了，大不了我们大房就少花点钱。
可是他太狠毒了，丫鬟下人他随便打骂，这些年丫鬟直接被他打死了2个，间接害死了3个，残了的和被他弄得倾家荡产的还有不少。你女儿也有样学样，打骂丫鬟是家常便饭。二堂姐给丫鬟灌药，把漂亮的丫鬟变成了又傻又丑的胖子。我二婶她娘家侄子来了，侯府的丫鬟她也随意凌辱。现在我二婶房里的丫鬟估计没几个是完璧之身了吧？有丫鬟反抗就直接打死，随随便便就能要人命。二叔，总这样下去，外人早晚会知道咱们镇西侯府的名声要不要了。我哥他们和堂哥堂姐他们还能找到好亲事吗？我爹如果被御史弹劾，这爵位还要不要？我爹若是倒了，你还有好日子过吗？你们以为我想当这个家吗？当家多累啊！我做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侯府小姐，她不好吗？可我们大房的人如果不当家，我怕我爹早晚会被你们二房连累死。我已经没娘了，我不想再没了爹。我爹总是想着他就一个亲弟弟，亲兄弟还是不要计较太多。甚至我娘的死，他明知道多少跟公事有点联系，他都没有深究。他把你们当亲人，可是你们呢？你们把他当傻子，当冤大头。大哥，是兄弟不对，辜负了你们的好意，治家不严是我的错，我会找人堵死所有通向主院的门，只留下通向大门的角门。我爹总说他父母去得早，就他和二叔你们哥2个亲兄弟，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知道我爹是不会把你们撵出去的。既然二叔说堵门，那就堵得严实些。还有通向东跨院花园和库房的门，我会换人看守，不管是谁想进门都必须禀告我。现在大房我当家，我说了算。二房所有人除了萧远山都一齐看向了萧远仓。萧远仓呢还是一贯的不说话，这通常是表示默认。萧尔然刚想要说什么就被萧令奇拉住了，他只得憋屈的低下头。二叔，既然你们一家不准备搬出府去，那咱们2家是不是还要在一块吃饭？你们做了什么事情还要花我们大房宫中的钱呢？不，从今天开始我们二房单过。公事张嘴想要反驳，却被萧远山冰冷的眼神吓住了。哥，我这就叫人堵门去。二叔，我给你们提个醒，你们不搬出去没关系，但是不管你们谁，如果做了对不起侯府的事，有损侯府的名誉，别怪我下手无情。你能怎么样？哼，我肯定是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我会带着哥哥们上金殿，我宁可这爵位不要了，只求皇上下道圣旨，我们大房和你们二房断亲，然后你们给我从府里滚出去。你敢？你看我敢不敢？记住了，别挑战我的底线。二叔，你先等会儿堵门，等我3哥把东西都搬走了你再堵。萧尔然还要说什么，萧远山看他一眼，他连忙蹭到他娘身边，不敢再说话了。萧尔然在整个萧家也就只怕他大伯和他爹。萧逸然从头到尾坐得笔直，没说过一句话，甚至面部表情都没怎么变过。等萧令群带人把挖出来搜出来的东西都搬到主院以后，萧洛然把萧远山叫到一边。二叔，我爹和我大哥都在这儿，给我的话作证，刚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有些话我不能说。我二婶公事，他拿着我们的钱借给他娘家哥哥，打着咱们侯府的名义在外面开赌场妓馆，还放印子钱。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把证据给你。这些事情如果被抖出来，我们大房虽然受你们连累，顶多就是丢了爵位而已，你们二房就彻底完了。所以我不会让我二婶手里有再多余的钱，公家那边的生意我也会慢慢收回来，咱们萧家的东西不能就这么便宜他们公家。萧远山看萧远仓没啥表情，这表示刚刚侄女的话是认真的。洛洛，二叔谢谢你。说完，萧远山带着萧令奇找人堵门去了。萧远仓带着儿女们回到主院，来到了萧洛然的院子。二房院里挖出来的东西都抬到这儿了。洛洛，你告诉爹，你最后和你二叔说的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放印子钱被抓住，那可是要坐牢丢官的，我哪里敢撒谎。萧洛然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卷纸。爹，你看看吧。那是萧洛然拜托萧令策利用关系在官府查出的公家开赌场妓馆的档案抄件，还有一些公事放印子钱的票据。岂有此理！萧家缺他的钱花吗？他不缺钱啊，可他要顾着儿女，还要顾着娘家。他娘家可是有3个哥哥，一大帮子侄儿侄女呢，哪个不需要帮衬？哪个不需要花钱？姐，
你让三哥收的东西和钱里边，是不是也有二审赌场妓馆的收入和放印子钱的收入？肯定有啊。这是违法和不光彩的事儿，二婶是不是不敢说出来，也不敢把钱抢回去，只得吃了这个暗亏？对，活该！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欺负我姨娘了。他每天端着一副当家夫人的派头，头抬得高高的，咱们大房的人除了爹，谁他都不放在眼里。你说错了，就是咱爹，他也没放在眼里，要不然他也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情来。嗨，我以为他贪些钱财就算了，反正都花在你二叔和你堂哥堂姐身上。哎呦，我没想到他的胆子居然这么大，犯法的事他也敢做。爹，这管家权我是要回来了，以后咱们大房的内宅呢就我当家。解决了公事的问题，他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他身子轻快走了出去。修乐然看着修令群，三哥，把你搜到的银票拿出来，我估计应该是有不少吧，咱们三个呢就来数钱玩。修令群笑着把几个袋子里的东西还有盒子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这怎么会有这么多？绝大部分应该是二婶这些年的分红收入。大哥，你是不是觉得咱们不应该把这些钱弄过来？二婶当家15年，他们二房就享受了15年，他们花的可都是咱们大房的钱。床上这些钱一大部分是二婶赚回来的不假，可本钱是咱们大房的。这些钱中还有咱娘庄子和店铺里的收益，15年的收益。我也不是贪图他这几个小钱，别看我现在没啥钱，就这点钱我还真没放在眼里。大哥，我把这些钱收回来是不想让二婶继续放燕子钱，总在河边站早晚会失血。二婶这事儿一旦败露，咱们大房肯定也得跟着吃瓜喽。没准别人会以为是咱们大房支持默许他这么干的，他手里没钱了他也就消停了，我这是永绝后患。是大哥夫人之人了，你做得对。修令策刚刚还在想妹妹是不是做的有些过了，可听他解释完才明白，原来他是考虑的周全。今天这事儿他爹和他们兄弟都不好出头，妹妹出头正好合适。大哥放心，我不会看着二叔一家饿死的。再说了，咱们就是这么搜，也不可能把他们的钱财全搜出来啊。修乐然没有亲自去搜修依然的院子，而是把钱给他留了下来，是希望他能带着二房把日子过下去。公事没有了大房的管家权，修远山肯定也不放心再让他当二房的家了。那二房十有八九得是修依然管，手里没钱，这家他要怎么管呀？二房如果日子太难过，修远仓肯定不会坐视不理。可如果修远仓拿钱出来，他肯定不会是小钱，那多亏呀！倒不如给二房留点过河钱呢。大哥，公家那边的事情你要抓紧时间，二婶被夺了权，目前公家还没有得到消息，等公家知道了肯定会有所防备。我明白。修乐然想着叫三哥今晚带几个专业人士光顾一下公家。这么多年他们吃了拿了修家的这么多东西，得让他们吐出来才行啊。修令策和修乐然兄妹俩在这里说事情，修令群却在那边开心的数银票。修乐然发现了他三哥修令群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财迷。哎呀，总算是数完了，没想到本公子也有数钱数到手软的时候，这滋味真是太美妙了。三哥，我给你的秘方，我帮你出点子，你难道没赚到钱？赚到了，赚到了，不过那只是些小钱。他说这是小钱，这些日子也赚了快2万两了，真的不少了，他的手下都乐疯了。露露，你猜猜我手里的银票有多少？500万两。原来你在偷偷看我数钱呢，怕我数错了呀？三哥这么聪明，怎么会数错呢？我是想知道到底有多少钱。这么多？还有这些。修令群推过来一小堆契纸和单据，是些房契、地契和放出去的印子钱票据，都是娘的嫁妆，上面都是二婶的名字，我得要揪着她一起去衙门改成我的名字。三哥，这些票据给你，你呢负责把钱给要回来，只要本钱就行，要回来的钱归你。好嘞。大哥，你要多少？洛洛，告诉大哥，你给我治腿是不是需要很多钱？什么？洛洛会治病？三哥，稳重稳重，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儿呢。二房那边暂时是消停了，咱们正好趁着这个机会给大哥治腿，需要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治腿的时候呢，警戒守卫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不能让任何人过来打扰我。好好好。大哥，给你治腿不需要花钱，就是太疼，你得要遭点罪。治你这个病对我来说很容易，只是得要费点功夫。你放心，咱们全家人都会陪着你的。好，钱呢，大哥暂时就不要了。如果我真的需要，我再来找你拿。我走了。终于要治腿了，他会离开轮椅，会变成一个正常人。他得回去好好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修令策走后，修洛然拿出100万两递给修令群。你们哥4个，我一人给你们50万两，你要做生意就给你100万两吧。上次那30万两我也不要了。三哥，做头领一定要大气，尤其是在花钱上，太小气了，没人愿意跟着你。还有啊，做生意要本钱的，没钱啥也做不成。我相信你会发财的。三哥借你吉言。还有这些房契地契，等我改完名都给你。房子送你啦，你不要就卖了它。地契呢，我看了3块地有500-600亩，你想办法帮我换成1块地，是良田薄田都无所谓，要一整块的，这样好管理。露露，你会种地啊？这种地多麻烦呀，你又不缺钱。你不是养了好多人吗？你自己不种点地，粮食光靠买，如果遇到3年买不到粮食怎么办？露露，你放心，地的事儿我肯定帮你办好。如果换成1000多亩的地，你种得过来吗？没问题，雇人不就行了吗？那大哥治腿，我要准备啥？你和爹把门给我守好就行。其实吧，应该也没啥事儿，这不是以防万一吗？这可是决定大哥一辈子的大事，千万马虎不得。对了，三哥，晚上那事儿你多带些人，下手别客气啊。我知道，你放心吧。我走了之后，你也别忘记练习轻功啊。去吧去吧。修罗然收起了400万两的银票，他坐了下来，想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他要开始整顿他们大房的内宅，当家从现在开始。莫愁在自己房间门口看了好久，看到少爷们都离开了，他才来到修洛然的房间。小姐，有事啊？我来看看小姐要不要帮忙。哦，还挺有眼力劲儿的，知道我刚刚弄了那么多东西，需要人帮忙打理。修洛然掏出一颗药丸递过去，吃了它。你去找我爹，让他派一些可靠的人过来，帮我把这些箱子都抬到我的司库里去。从今天开始，西厢房就是我的司库了。修远仓亲自带人来了，他指挥着人把所有箱子都抬进了西厢房，还把修令册司库中修洛然的那些东西也抬进了西厢房。修洛然又叫来了程妈妈和素锦。我知道你们2个都认字，这箱子里的这些东西，你们帮我把那些精致值钱的、有纪念意义的、比较稀缺的挑出来，登记造册，我留着。那些书籍、古董、字画和杂物，你们叫大少爷和二少爷、小少爷来，看看他们都喜欢什么，叫他们拿走。绫罗绸缎等布匹都留着，咱们做衣服穿。剩下的金银珠宝、玉石摆件等等，我要通通卖掉，换成银票，省得放在库房里占地方。你们2个慢慢干，别着急，我让莫愁帮你们。程妈妈跟素锦点头答应着，带着莫愁就开始干起来。修洛然来到了红英的院子，修令墨已经回来了，正陪着红英说话呢。姐，你来了，我给你和红英送钱来了。小姐，钱你自己留着，我不缺钱。修洛然拿出50万两递给修令墨，这是你的份儿，这20万两呢是红姨的，红姨你收起来吧，这是你应得的。红英见推不掉，只能是收了，把修令墨的50万两也帮他收了。红姨，公事当家，咱们大房肯定是被他安插了不少人，我爹和我哥他们很少在内宅走动，你平时看着，觉得哪些人不可靠不得用，你就列个单子给我，这些人是卖掉好，还是打发他们比较好？小姐，不管是二夫人安插进来的也好，还是给二夫人做事的也好，他们是咱们主院的人，给二夫人当差，这就是被主。被主的人通通卖掉，放了他们，不是太便宜他们了吗？那就卖了。红英让修令墨帮他写字，他一个院子一个院子的开始过滤，最后交给修洛然2张纸。小姐，这些人是夫人的人和我的人，夫人去了，他们跟着我这个无用的主子，受了不少委屈。这张纸上写的人，小姐都卖了吧，一个个的捧高踩低，惯会看人下菜碟，都不是好的。还有我娘的人。是啊，二夫人想方设法要把他们卖掉撵走，是我用侯爷的名义
把他们留下了，让他们干些粗活，别到二夫人面前碍眼。夫人的眼光很好，这些人都很忠心，他们经常偷偷地帮我照看几个少爷。怎么，宫氏他还害过我几个哥哥？那倒是没有，只不过明里暗里给侍候少爷的下人下绊子，少爷们就得不到很好的照顾。有一次被侯爷发现了，侯爷大发雷霆，二夫人才收敛些，不再折磨少爷的人，开始疯狂敛财了。哼，坏事做多了受报应的。从红英的院子出来，修洛然来找曲后。曲叔，我要买人，你也看到了，我家有一大一小2个花园，我准备都交给你打理。我发现花园里的犄角旮旯有很多，也没种什么花木，那就都种上粮食和蔬菜。不是咱们侯府缺那几个菜钱，一来不浪费土地，二来咱们吃菜也方便，不用出去买。2个花园在不影响花园美观的情况下，多种一些蔬菜水果。这样的话，你想想，你需要多少人来帮你啊？大哥，我欠你下人，那些被煮的我拉去卖了，再买些人回来用。你这里有没有要买要卖的？小管家这就上任了？是啊。我想想，我和你2哥3哥，我们怕宫氏在下人身上下功夫对付我们都没用贴身小厮。另外，莫尔需要一个书童，也就是伴读。莫尔书读得好，给他找个伴儿。至于我们院子里做粗活的，你看着办就行了。修洛然心里有底儿了，叫马房套了一辆大马车，拉上那些被煮的下人，直奔京城的最大牙行。京城最大的牙行，占地广阔，房屋众多，几乎涉及了所有的买卖。车上的人都卖，你看看能给多少钱？邱衙人掀开车帘，往车里看了一眼，车里有10几个人，男女都有，都是年轻力壮的。一口价80两。行，收了钱，车上的人就被领走了。修洛然又说：“我还要买人，买好多。”那姑娘里边请，咱们细谈。我要买做粗活的丫鬟小厮各15人，健身服饰的丫鬟小厮各10人，10岁左右的书童3人，还有养花种菜种庄稼的要20人，其中必须要有精通种菜养花的人最少要4人，另外要一对会做饭的夫妻。说吧，你这儿有没有？我时间紧，事情多，别浪费我时间。有，必须有啊！姑娘，请跟我来，咱们到那边的大房间挑选，这里站不开。做粗活的30个人很快就挑好了，男的一车，女的一车。修洛然让车夫分2次送回府里，交给红英，再回来待命。养花种菜和做饭的人不久也挑好了，送回去交给曲后。剩下的人呢，就需要慢慢挑选。红姨，我想给莫儿买2个书童，结果买多了，你呢就帮我把他们收拾一下。好的，小姐。修洛然来找修令策，大哥看看好看吗？送给你。洛洛，快告诉我，这玉佩你哪里弄来的？怎么了，大哥啊？这玉佩有问题啊？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总要知道出处吧？万一是人家的赃物呢？修洛然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你是说这个玉佩是那个陶老板送你的？是啊。你还猜中了他摇出来的点数？那小孩瞎猜的。你运气真好，这玉佩大哥很喜欢，就收着了。说完，他连玉佩上的挂绳都没换，直接把玉佩就戴在身上了。修令策看着身上的玉佩，好半天，他笑了。漏了这运气。修洛然跟着莫愁来到他的私库，程妈妈和素锦也都在。小姐，我们整理完了，你看看怎么样？这么快？我看看。整排西厢房原来就是准备做仓库的，中间没有砌隔墙，地方很大也很宽阔，里边大大小小的箱子有7、80个。现在这些箱子分成2堆放着，修洛然直接奔向小的那堆，这都是挑出来的精品。他查了查，这堆箱子一共有17个。修洛然皱了皱眉，他有些嫌多。不能再精简些了吗？里边很多是你娘专门给你的。她怀孕的时候对我说，她感觉可能是个女孩，说你是她唯一的女儿，她一定要给你准备一些好东西才行。你娘给你准备的东西，那件件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啊。小姐，女孩出嫁，嫁妆是脸面，这个面子不能丢。我和程妈妈挑出来的这些，除了你娘给你的，剩下的也都是很难得。就是你有了银子，估计也没地方买去，必须留下来。行吧，留着吧。17个箱子，如果当做嫁妆的话，好像也不算太多。程妈妈，那剩下的我就叫我3哥帮我卖了。小姐，
剩下的那些我和程妈妈挑出20箱，虽然不是太贵重，可是给你做嫁妆也是可以的。我要那么多嫁妆干嘛？莫愁，你去把红姨叫过来。是。红英来了，修洛然指着箱子对她说：红姨，程妈妈和素锦给我挑了17箱精品出来，我留着，这20箱呢算是剩下这些东西的精品，你别嫌弃啊，我给你5箱。小姐，你都留着当嫁妆吧。红姨，我说句不怕你恼的狂话，这些东西我真的看不上，留下来太占地方了。给你5箱子呢，你就收着吧，将来给墨儿当家底。那我替墨儿，谢谢小姐。程妈妈、素锦，你们一人搬2箱吧，只要你们好好跟着我，有我的就有你们的。2人千恩万谢，找人把箱子搬回了自己的住处，又回来听命。程妈妈，20箱还剩下11箱，给我留下来3箱，那边不太好的，给我留下2箱，我留着赏人用，最后剩下的呢就都卖了吧。那些东西修令群托人给卖了个好价钱，一共卖了将近100万两。在西跨院搜出500万两，一共差不多是600万两。给修令群100万两，给修令仪、修令墨一人50万两，给红英20万两。现在修洛然手里还有300多万两呢。家里的事情安排的差不多了，修洛然决定给大哥和老爹做手术。给修令策和修远仓做手术，绝对不能让人看到，也不能中途被打扰。这守护的工作呀，非修令群莫属。洛洛，你的地我帮你弄好了，3块地我给你换成了1块1000亩的，地有些薄，挨着河边。涝洼地啊？不是，是山坡地，山下有条大河。有河好呀。哎，你换的地你去看了没有？地是荒着的呢，还是种了？如果有荒地，就让人把草拔了，种上秋菜，多种萝卜、雪里红，再种一点白菜，留着冬天吃。你们的人如果忙不过来，可以雇人种，反正人工便宜，而且现在种菜也不算晚。行，地借给你，我这就叫人安排种菜去。哎，三哥啊，你先别走，我刚刚正要找你呢。大哥和咱爹治病的日子我已经定了，守护工作就靠你了，没问题吧？放心，完全没问题。到那天我把我的人都叫来，肯定没问题。好，三哥最靠谱了。修洛然又来找修令墨。墨儿，给咱爹和大哥做手术的时候，你一定要冷静，无论看到什么，别一惊一乍的，知道吗？姐，大哥和爹是不是会流很多血？好多好多，你怕吗？墨儿不怕。修洛然从双肩包里把手术工具拿了出来，让修令墨再认一遍。墨儿，那天你的工作很重要，除了要给我递工具，还要帮我擦汗。姐，我记住了。修洛然回到自己的房间，最后检查了一遍手术要用的东西，而那些手术工具和所用的药物，他的小空间里也都有。他的小空间是前世偶然得到的，只有1立方米，虽然很小，可空间里的东西是可以再生的。2天之后，修洛然的房间里，修令策的腿敲断重接的手术正在进行中。修令群带来了很多人，和家里的男仆一起把修洛然的院子守护得密不透风。房间里，修洛然在做手术，小帮手修令墨站在他旁边帮忙。时间过了很久，又仿佛没过多久。突然，他听到修洛然说：“爹，没事了，手术很成功，不用半年，大哥的腿就和正常人一样了。”真的？真的。太好了。修洛然没有理会激动中的老爹，他转头问修令墨：“墨儿，休息一会儿，再给老爹做手术，你还能行吗？”我能行的，姐。洛洛，要不这明天再治也行。好了，爹，没事儿，我扛得住。再说了，你这个病对我来说很容易的。修远仓身上的顽疾已经好多年了，他的右肩靠近锁骨的地方在战场上中了金钱镖，那镖深深地嵌在肉里，因为中镖的位置紧挨着血脉，也就是大动脉，郎中不敢动刀取，怕血止不住，所以那金钱镖就一直留在修远仓的身体里，轻微活动一下就疼痛难忍。这个手术和修令策的手术相比，简直是太容易了。修远仓甚至没有感觉到疼痛，女儿就告诉他做完手术了，并且把取出来的金钱镖拿给他看。修远仓轻轻动了动左臂，好像确实不那么疼了。爹，你现在是伤员，好好养伤，如果化脓了，你的胳膊可就要废了。修远仓果然老实了，他静静地躺在儿子旁边的床上，爷俩就这么一起打吊瓶。
门外，七皇子易敬阁带着五皇子易敬玄来到镇西侯府，可到了侯府大门口，那大门却紧闭着。萧令群不是说可以随时来找他玩吗？我知道他这几天在府里，怎么不让我进呢？易敬玄摇头表示不知道。易敬阁想了想，拉着易敬玄来到了修洛然院子后边的小花园。五哥，你轻功好，你先跳上去看看，如果没人再拉我上去。易敬玄轻轻一跳，上了墙头。远远的，他看到花园里修令群提了个木桶走了过来。易敬玄给墙外的易敬阁打了个手势，叫他别说话。易敬玄就隐身在大树后边。修令群为什么亲自提着木桶？不能叫个下人提吗？只见修令群来到了墙角，挖了个大坑，把木桶里的东西都倒进坑里，手脚麻利埋了起来。一股浓重的血腥味直扑向易敬玄的鼻端。易敬玄皱眉，这是人血的味道。修令群埋好以后，提着木桶就回去了。易敬玄跳下高墙，回去吧，花园里有女眷。二哥，你有心仪的姑娘吗？这是你一个姑娘家该问的话吗？作为一个女孩，要守礼，要懂得矜持。修罗然顿时就不高兴了，难怪公事说二哥是个书呆子，像个老学究死教条，果然不假。修罗然盯着修令仪，冷冷地说：二哥，我一出生就去了安堂，能活下来就不错了，你不能要求太多。咱爹和大哥还有3个小莫，他们都能包容我。如果你实在看不下去，你可以不看，我会尽量避免出现在你面前，但是请你不要试图改变我，不要用你脑子里面的淑女风范衡量我，我就是我，我就这样。修罗然说完转身就走，可走了2步才发现他忘了来这儿的目的了，他又折返回来。修令仪，你看不上我，哼，我就等着看你将来会娶个什么样的大家闺秀。我警告你啊，有个女人惦记你很久了，如果你被她赖上，爬上了床或者霸王硬上弓，我会看不起你的。你是个文弱书生不假，你的手脚可没有腹肌之力，但你的嘴要发挥它的作用。修罗然看修令仪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他叹了口气：你傻了，我的话也没听懂啊。那我就说的明白点，有人靠近你想要讹上你，你打不过挣不脱，你可以喊啊，大喊，拼命的喊，喊费力喊救命都行，听懂了没？好像懂了。二婶怎么嫁给二叔的你知道吧？女人为什么会爬床成功，靠的就是不要脸。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什么都可以不在乎。他们不要脸，你比他们更不要脸，他们就拿你没辙了。算了，说了你也不懂，你就记住一条，有女人非要靠近你就大喊就对了，然后趁机逃跑。还有，平时没事的时候到花园里多运动运动，别到逃命的时候你再跑不动。你记住了没有？好，记住了。角落里看了全场的修令册，差点没笑出声来。他轻轻转动轮椅走了过来。二弟，露露的话虽然有些粗鲁，却很有道理。你相貌家世人品学问样样都是一流的，有女人惦记你也很正常。但是如果你的妻子是像二婶那样进门的，那就太叫人恶心了。大哥，你放心，我会注意的。一二，洛洛在安堂长大，你别太苛求了。爹说了，只要他不是杀人放火，就一切由他。就是再重的，还能宠几年？我知道了，大哥。修令仪去翰林院当差的第2天，就在路上巧遇到侍郎府小姐夏雨宁。他拦住修令仪的马车，含羞带怯地站在马车边，请修令仪下车到旁边去，他有几句话要请教。修令仪一下子就想起了修洛然的话，女人要赖上男人，靠的就是一个不要脸。看到不远处有几个人过来了，修令仪忽然大叫：抓贼啊！夏雨宁被吓了一大跳，急忙闪开了。修令仪马上叫车夫赶车快走。妹妹说的是真对，这方法很好用，要不然还不知道要被纠缠多久。修罗然的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很充实，很有滋味。而西跨院的2房被他夺了权，搜了钱财之后，过得那叫一个鸡飞狗跳。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吃没吃好，穿没穿好，这想虐待谁呢？还夺了我的管家权，这没有我管家，看看咱们家的生活水平，恐怕连个平民都不如，哪里像是侯府家眷应该过的日子？自始至终只有宫氏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没人捧他的场，他也很生气呀。怎么，你们也觉得我不该管家啊？你以为我愿意管这个家吗？如果你有意见，找我爹提去，只要我爹发话就行。一个小丫鬟低头进来了。夫人，张妈妈让我来问问，我们的月历什么时候发放？这已经过了7、8天了。
现在咱们二房是大小姐当家，你找她吧。娘，你把家里所有下人的生契给我。给你干嘛？他们可都是我的人。既然是娘的人，那娘给他们开工钱吗？我现在有没有钱你不知道啊？你还让我开工钱？公氏忽然想到，修依然有钱啊。依然啊，你借点钱给娘呗，等娘赚了钱加倍还你。爹说了，不能让你手里有钱，如果我不听他的话，他就叫婉姨娘管家。那个死贱人！公氏骂到一半，忽然想到，对了，依然，东院那丫头搜咱们的钱，怎么没去搜你爹的2个姨娘呢？婉姨娘他们拿了大房的钱了。想到这儿，公氏从自己的装甲里掏出一大摞卖身契，给了修依然。都在这里了。娘，怎么有不少人我不认识啊？你不知道吧？他们现在可都在东院当差呢，领着大房的钱在给我办事儿。修依然感觉到了深深的无力啊，自己的爹这么精明的人，怎么就有娘这么个……怎么能被他给算计了呢？也不知道这是谁的错。娘，我去处理下人月例的事情。去吧。看着大女儿远去的背影，公氏悔得肠子都青了。东院那死丫头刚回来的时候，依然提醒她别和那死丫头硬刚，顺着一些。她没听，结果就被那死丫头当众骂了几次。修洛然从小花园练习轻功回来，找到曲后，想看看他对买回来的人是不是很满意。曲后很高兴，告诉修洛然这些人都很能干，他能轻松很多，每天呢就坐镇指挥就行。修洛然又找来红英，红英向他介绍说，小姐，准备给少爷们做贴身小厮的人选，我们已经心里有数了，再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定下来了。那些丫鬟也都不错，小姐的眼光很好，就是给木耳做书童的那些孩子。怎么很调皮不好管啊？那倒不是，小姐你跟我来。红英领着修洛然来到一个房间门口，示意修洛然往屋子里看。修洛然向屋子里看去，只见那20多个孩子干干净净的，穿戴的整整齐齐，坐在那儿。他的小弟修令墨站在前边，拿着一本书，就像个小先生一样，正在给孩子们讲课呢。这句话是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看到这儿，修洛然捂着嘴，拉着红英就离开了。红姨，你担心木耳总是和他们在一起，会影响他读书啊？这只是一个方面，主要是那些孩子里有几个看着就特别聪明，而且心机很深。我是怕木耳太单纯，被他们利用，做出对家里对他自己不利的事情。红姨，你忙别的事情去吧，这儿交给我，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红英走了，他很相信修洛然。修洛然进了屋子，修令墨很是高兴。姐，怎么样？当小先生的感觉很爽吧？就是经常遇到一些句子，不知道应该怎么讲。不懂就问啊，你可以去问大哥，去问二哥。当了半天小先生你也累了，找红姨去吧，我和他们说会话。好。修令墨走了，修洛然的脸色就沉了下来，让这些孩子感觉有些紧张。我那天去洋行就是给我弟弟，也就刚刚那个少年买了一个书童回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都知道。你们当时是怎么说的？你们没有忘记吧？没有。你们说给我干活赚口吃的就行，对吧？对。你们明白就好。现在认字的举手。有7、8个孩子举起了手，其中包括那对双胞胎和他们护着的那个小男孩。书童我只要一个，最后选谁就要看你们几个的表现了。我并不缺人干活，我买下你们就是因为你们的请求。我问一下，你们有谁不想留下，或者是说你们有别的地方可以去的，我可以送你们走。刚刚举手的孩子中有2个站了起来。小姐，我们是来京城找爹的，半路上被下人卖了，下人卷了钱财跑了。下人卖主子？是谁打发你们进京城来的？是我祖母。亲祖母吗？不是。修洛然马上嗅到了阴谋的味道。来，你和我说一说，你们是怎么被卖的？我爹进京当官，我祖母非要我爹带着二叔一家。我爹说京城生活不容易，他的官太小，俸禄少，进京还要租房子，实在没有能力帮衬二叔一家。我祖母不高兴，大吵大闹，我爹还是不同意。最后我祖母提出把我们兄弟俩留下来，一来陪着他，二来减轻我爹的负担。如果我爹不同意，他就到官府告我爹忤逆。我爹没办法，只得同意了。
他和我娘带着妹妹进京了。我爹走了没几天，我祖母就说我们哥俩太吵，要把我们送回我爹身边。我们很高兴，然后我祖母就随便叫了2个下人送我们进京。朱爷爷不放心，说是路太远，他一定要跟着。朱爷爷是我爹留下来照顾我们的。我们上路第3天，朱爷爷忽然开始拉肚子，拉得都站不起来了。朱爷爷想叫我们回去，2个下人说早送去早交差，回去是不可能的。朱爷爷是走不了了，他悄悄告诉我们哥俩，路上一定要小心，别被害了。到了下一个大城市，2个下人打晕我们，把我们卖了。我准备找机会逃跑，听说他们是准备把我们送进京城当小太监，我们就跟着进京了。到了京城，我们俩就被秋芽人截下了，然后就看到小姐你了。你觉得是你祖母要害你们，还是下人为了钱才卖的你们？我听我祖母悄悄跟我二婶说，如果我们哥俩没了，祖母就让我爹过继二叔家的老大，给我爹当儿子。我祖母说他已经给我爹下了药，我爹不可能再有孩子了。你可记得你老家是哪里的？你们路上走了几天？我爹和我说过，我们家离京城有300多里，我们在路上走了6、7天，在衙行待了1天。来，把你爹的姓名、年龄、官职写下来，还有啊，你娘姓什么也写下来。小男孩很高兴，痛快地写了下来。修罗然叫来修令墨，让他继续当小先生。他带着这哥俩找来莫愁，套上马车，嘱咐一番，又找来修令群。没想到修令群去他的情报站查了查，还真查到了小孩他爹的地址。修罗然这就登门了。袁大人，刚来京城，这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下官刚刚上任1月有余，房子是租的。怎么不买房子啊？手头紧？暂时没遇到合适的。袁大人来京上任，老家还有什么人啊？袁陵慢慢品出味儿来了，想到老家的那2个小儿子，他急忙说：小姐，你有话不妨直说，是不是下官家里？修罗然只是个侯府小姐，并不是官员，袁陵根本就不用自称下官，只是他一来不知道修罗然的目的，二来呢也怕是称呼不得当，再得罪了侯府。我这儿倒有2个孩子，袁大人出来见见吧。袁陵和夫人李氏跟着修罗然来到了门口，就看到门口的马车上下来2个孩子，那正是他和妻子日思夜想的2个儿子。修罗然坐上了马车就走了。袁陵回到屋子里，迫不及待地问大儿子：快告诉爹，你们哥俩怎么到侯府去了？小男孩又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然后掏出卖身契给袁陵看。袁陵气得一巴掌拍在身边的柱子上：相公，咱们怎么办呀？你都忍到这个份上了，他们还要怎么样啊？难道真的要把他们那一帮吸血鬼接来京城养着他们吗？袁陵没有说话，叫下人请了郎中来给他把脉。那郎中把完脉之后说：大人身体很好，只是以后怕是不会再有子嗣了。大人已经有了儿子闺女，也就不要太在意这个。老夫告辞了。郎中走了，袁陵坐了下来，他已经没有刚刚那么激动了。相公，他要杀了咱们儿子，这是犯法吧？他娘家在小镇上势力太大，咱们当地的官府他们也能说得上话。再说杀人未遂，杀人的罪名不成立。可惜我刚来京城，连个能帮忙的人都找不到啊。爹，小姐说了，如果你要收拾祖母，她可以帮忙。她说对小孩子下手，畜生不如。袁陵想了想，当天晚上就去镇西侯府求见修罗然。修罗然就叫来了修令群。三哥，这事儿呢就交给你了，你得给我办得漂漂亮亮的，不光要老刁婆赔偿损失，还要让他立下字据，和袁大人断亲，告诉他如果他和儿子敢找来京城，直接乱棍打死。修令群接下妹妹交给他的任务，去京兆尹衙门找了个熟人，带着袁陵，带着他的人，还有他和老爹要的护卫，便马不停蹄地奔向袁陵的老家。在袁陵的提醒下，他们以公对公的形式，直接以京兆尹衙门的名义拜访当地县令，然后去找袁陵的继母。浩浩荡荡的一大群人进了小镇，直接叫人拿下袁陵的弟妹，还不等上刑呢，那女人就什么都招了。母亲，我会接您去京城养老，您把我2个儿子都交出来吧，我不相信你会叫人害了他们。
你一定是骗我的，对不对？我给您磕头，我啥都听你的。您把孩子交出来，我马上带二弟一家去京城。我就是讨吃要饭，我也供养着你们。娘叫人半路上给朱老头下了泻药，然后杀死他们哥俩。这是我亲耳听娘吩咐的，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放了我吧，我没撒谎，这里真的没我啥事儿，求求你们放了我吧。袁凌一个趔趄栽倒在地，他勉强爬了起来，一把抓住继母的衣服。母亲，弟妹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他们俩也是你的孙子呀，他们多乖。去京城前一天还和我说长大了要给你养老，你怎么下得去手啊？说完头一歪就晕倒了。当地的县令可气坏了，自己辖区内居然有这么恶毒的继母，他直接摆上了成套的刑具，就要对袁凌的继母用刑。老太太早就被这庞大的阵仗吓傻了，一下子瘫坐在地上，问啥就说啥。县令叫他赔偿袁凌的损失，并代替袁凌签了这断亲书。从此袁凌和老太太一家便再无瓜葛。回到京城，袁凌想把赔偿的银子给修令群，修令群更是没看在眼里，直接走人了。回家向妹妹交了差，他又消失了。修洛然再次来到小先生修令墨的讲堂。上次的话我还没说完，还有没有要离开的？既然没人要离开的话，那你们呢就好好在府里当差，只要你们好好干，每月800文，每年2套单衣1套棉衣，干好了工钱会涨，福利会增加。如果你们小先生有时间，可以给你们上课，希望你们珍惜这难得的读书时光。修洛然骑上毛驴儿就出发了，目标是牙行。邱雅人看到修洛然过来，又是笑脸相迎的。哎呦，小姑娘又来照顾我的生意啊？你还好意思说？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不讲信用。哎呀，那什么，那不是情况特殊吗？啊，说吧，这一次你要买啥？保证让你先挑。我要一个好厨娘。哎呦，你跟我来。修洛然挑了一个不到30岁、干净利索、相貌普通的厨娘。想到不合心意的还有这时代的衣服款式，他又挑了个绣娘。牙行门口，他雇了辆马车，让车夫把2个女人送到镇西侯府，交给莫愁，他就骑驴儿逛街去了。刚走到一个珠宝行门口，他就遇到了一个熟人四王爷。四王爷陪着3个闺秀刚从珠宝行里出来，没想到就看到了修洛然。这死女人竟骑驴逛街，也不知道是哪家的教养。可是他把头一扭，假装没看到，可就是有人要提醒他，他的未婚妻来了。四王爷，那是谁啊？看他那摇头晃脑的样子，不像个大家小姐，倒像个女混子。修洛然，你给我滚回家去！我说四王爷，我是你的未婚妻不假，可本姑娘还没进门呢，用不着你管。你好什么好？显得你这破锣嗓子嗓门很大。修小姐，上街逛逛没什么，可你骑个驴，这真的不太好看。我的驴是没有你好看，要不我骑着你上街，你比驴好看多了。你说谁是驴呢？我说你是驴了吗？说你是驴，驴都不乐意，你还不如驴呢。红衣闺秀委屈得满眼含泪，她抬起那水汪汪的大眼睛，瘪着嘴，就这么看着易静阳。修洛然，道歉。他是你的谁？你有没有搞错？我才是你的未婚妻，你居然不向着我，胳膊肘往外拐。修小姐怎么能这么说呢？四王爷他是帮理不帮亲呢。什么理？哪来的理？哪条王法规定不许骑驴上街的？我骑驴怎么了？你们男男女女的出双入对就有理了，而且他还是个有妇之夫，你们要不要脸？岂有此理！抬腿就走，绿衣闺秀和青衣闺秀立即跟上，红衣闺秀落在最后。经过修洛然身边的时候，向修洛然挑衅的一笑：“哼，就你这样的，还想进四王府？你给四王爷提夜壶，恐怕他都嫌你辣眼。”修洛然没有说话，抬起左手捏开红衣闺秀的嘴，他右手向她嘴里一拍，一颗药丸就滑进了红衣闺秀的喉咙里。易建阳，今天就算了啊，以后再出门就管好你身边的母狗，别叫他们到我面前汪汪汪的。本姑娘可不是啥时候都有耐心，惹急了我就别怪我不客气。还有啊，既然你身边天天都带着女人，那就别怪我也带着男人了，咱们扯平了。修洛然说完，骑上驴就嘚嘚嘚的走了。易静阳气得头顶冒烟，
修乐然回到家里，莫愁高兴地跑了过来。小姐，你看，我瘦了好多呢。药效不错，用不上半个月，你就能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啊，真的吗？真的，要不然我怎么没给你做新衣服呢？等你恢复容貌，小姐我多给你做几套新衣服穿，让莫愁成为府里最漂亮的丫鬟。嘿，谢谢小姐。莫愁，以后呢还是要天天跑圈，一来身体好，二来以后遇到事情也能跑得快，懂吗？我知道了，小姐。修乐然给厨娘和绣娘一人配了2个丫鬟，丫鬟帮忙的同时也能学一些手艺。修乐然不会女工，他买了绣娘是专门给他做针线活的。他按照前世双肩包的样子画了图，也让绣娘看了看那双肩包，然后他让绣娘做一批双肩包出来，给几个哥哥，还有给小莫和他的书童的，还有几个是给他自己的。他让绣娘给搭配好颜色，这可是绣娘的专业技能。他想穿什么衣服，也就画好图让绣娘给他做，绣娘就不用他操心了。他现在每天除了练习轻功，就是调教厨娘。普通的家常菜要怎么炒，还有什么叫做煎、炸、烧、烤、蒸、卤、腌、酿等等。另外，修罗然还教他们怎么做面食，尤其是那些带馅儿的，修罗然很喜欢吃。再就是呢，怎么熬粥，怎么煮汤。有美食，那就必须配美酒啊。修罗然感觉荷花、荷叶酒和粮食酒太单调，他就又列了一个单子，叫3个修令群找来一些酿酒材料，药材啊、水果呀，他都给酿成酒。这一天难得修令群在家，修罗然拉着他上山打猎去。其实呢，他是在家里憋得很了，就想出门逛一逛。兄妹俩刚刚出了侯府大门，就看到5皇子易敬玄和7皇子易敬阁站在门口。修令群，你们这要干嘛去？我们打猎去。修罗然看了一眼易敬玄，敷衍的点了点头，就扭过脸去。本来呢，修罗然骑驴，他准备跟在妹妹后边走着去，就当是陪妹妹出来玩了。要说修令群为什么不骑马去，其实这9地城里倒也不限制骑马，就是这大街不太宽敞，路两边的行人和挑担的、推小车的太多，偶尔过辆大马车，车夫都要扯着脖子喊行人让路，要不然这马车怕是要撞到人了。那人修罗然多聪明啊，骑驴上街，那驴可比马小多了，见缝就钻，速度呢也没有马快，还比较灵活，很安全，说停就停。修令群可以自己走着去，反正呢他会轻功，也不怕累，可是他不能让2个皇子也走着去吧，于是他只能把马车套了出来。修令群陪着2位皇子坐在马车里，外边修罗然骑驴跟在旁边。出了城门，行人明显变得少了，毛驴嘚嘚嘚地走着。哎，五哥，听歌多好听啊！我在听。易敬玄听了这歌，此刻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他很想站起来大吼几声，可是条件不允许啊。他在想，这丫头小小年纪就有这份心境，很难得啊。看看这丫头想干什么干什么，活得多惬意，她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就好了。马车来到一个山脚下停下来，本来今天就是要出去玩的，修令群就没有往远处走，而是领着大家上了半雾山。半雾山距离9地城60多里，峰高林密，京城的人如果想出来逛逛，或者想打猎了，就经常来这儿。如果想去更大的山，再往前走100多里，也可以去云山。安放好马车，大家就开始登山了。易敬阁看着修罗然居然牵着他的驴上山，他就笑了。修小姐，你是怕上山走不动，想扯着驴尾巴上去吗？不行啊。易敬阁只是随便问问，他可不想惹恼这个火爆女。行，你高兴就行。其实修罗然牵着驴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水潭、溪流之类的，他要给驴好好清洗一下。别看这驴样子不济，但是个烈货，家里男仆给他洗澡的时候，他还不让人靠近呢。这天又热，走了这么远的路，驴身上那味道太难闻了。来到一座悬崖下边，咱们就在这附近逛逛吧，那边有条小溪，中午就在这里吃点东西。我那边逛逛，有事你们就叫我一声。好，洛洛，你别走太远了啊。走出没多远，
看到溪水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水潭，修罗然找了块石板过来放在潭边，他站在石板上，让驴站在潭水里，他就开始给驴刷毛。修罗然一边刷驴毛一边说：我可告诉你，你可别乱动啊！如果你敢甩我一身水，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毛驴儿似乎是听懂了修罗然的话，一直到修罗然完事儿上了岸，毛驴儿才狠狠地抖了一下，把身上的水珠甩了下去。哎，不错不错，那你就在这儿晒会儿，我也下去洗洗，凉快一些。修罗然伸头向上游看了看，修令群他们没有过来，他急忙脱下鞋袜，很快洗了脚，穿上鞋，然后才向上游走几步，不紧不慢地开始洗脸洗手。很快就洗完了，听听上游没啥动静，没准他们3个在那儿玩呢。修罗然抱了一把青草放到驴跟前儿，对那毛驴说：你听话啊，就乖乖的站在这儿晒毛，晒干了省得回去的时候坐我一屁股的水。我就在这附近逛逛，很快就回来。这一圈逛下来，修罗然发现了不少草药，有些草药这个季节还不能采，他挑了些能采的，采了很多，清理以后包了起来，放进了双肩包。洛洛，过来！哎，马上来！修令群喊修罗然，修罗然应着，飞快地跑下来找驴，那驴还站在那儿吃草晒太阳呢。修罗然站在石板上准备洗了手，就到上游去找3哥他们。有鱼，好大的鱼！修罗然想了想，伸出右手，手掌朝下，他运足内力向水面上狠狠一拍，溪水飞起，带出来好几条大鱼。用同样的办法，修罗然又弄了几条鱼，估计差不多够吃了，这才收手。他拿出菌刺，很快又把鱼收拾好，倒上酒去腥，倒点醋杀杀菌，弄了根干净柔软的树枝，穿上鱼提在手里。他喊着驴，一人一驴就这么向上游走去。易静璇向他看过来，原来这丫头是洗驴去了。他手里拿的是啥呀？鱼吗？这么大的鱼应该不好抓吧？修令群跑过来把鱼接过去。洛洛呀，这鱼咋吃啊？咋吃不行？炖着吃烤着吃都行。易静阁四处看了看，就算是弄堆火能烤，可是这炖鱼怎么个炖法啊？那就炖吧，省事儿，还不怕糊。行。紧接着易静璇和易静阁哥俩就惊讶地发现，修罗然从修令群的双肩包里拿出了一把小铁锹，开始铲土。修令群搬了几块差不多大小的石头过来，没过多久的功夫，兄妹配合着就搭起了一个灶台，一看他们就是经常这么干的。难道说这兄妹俩出门还带着锅？就在一家哥俩疑惑的时候，就看到修罗然真从修令群的双肩包里掏出一个比脸盆略小的铁锅，到溪边清洗干净，又坐回到灶台上。你们还真要在这里炖鱼啊？是啊，你们不知道吧？这山里溪水炖的鱼很鲜美啊，你们今天有口福了。五哥，你在野外吃过炖鱼吗？易静璇摇了摇头。别说是在野外了，他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哪怕在自己家，陌生人或不熟悉的人给的食物或水都不要吃，小心中毒。想到中毒，他胸口闷疼的感觉又涌了上来，伴有轻微的恶心。这感觉怎么这么熟悉啊？难道自己又中毒了？他开始回想今天早上他都吃了什么东西，都是身边亲近之人，不可能啊。他看着修罗然忙前忙后，把他3哥指使的滴溜溜的转，那鱼总算是炖锅里了。修令群蹲在灶边烧火，顺便陪易静璇哥俩说说话。修令然已经开始张罗要用的东西了，他不知道从哪儿搬来一块干净的大石板，放在石块垒成的石座上。这饭桌有了，用树枝修理出了几双筷子，洗干净放在石板桌上，然后又摆上了4个小碗，拿出带来的玉米面饼子。等那炖鱼出锅了，修罗然这通忙活也总算是有点空，能休息一会儿。他看到易静璇捂着胸口，又看向他的脸，他一下子蹦了起来，窜到了易静璇身边，抓起他手腕给他诊脉，然后去双肩包里掏出了几颗草药，洗干净放到石桌上。他用干净的石块开始捶，还偷偷放了片药进去一起弄好了，装到一个小碗里，端到易静璇面前。吃下去。这啥东西啊？看着黏黏糊糊绿了吧唧的，你就让我五哥吃啊？易静璇只犹豫了片刻，便拿起碗来，直接用石桌上的筷子把小碗里的东西都扒拉到嘴里咽了下去。
易静阁特别担心，他很紧张地盯着易静璇看。五哥，你没事吧？易静璇刚想摇摇头，隐隐作痛的胸口就感觉不那么闷了。突然他捂着嘴跑到一边去呕吐起来。五哥！易静璇呕吐完，修令群递了碗水给他，他端起来漱漱口，这才松了口气。五哥，你早上吃啥了这么臭啊？修令群已经把那些污秽之物铲走了。易静璇的脸色那叫一个相当难看，自己千防万防，没想到还是身边人最难防啊，难怪他要告假呢，原来是逃了。修洛然看着那锅里鱼已经炖好了。我说你们两个应该没事了吧？去洗洗手过来吃饭啊！这鱼很好吃的，而且很补的，你们一会儿呢多吃点。果然如修令群所说，这溪水炖的鱼啊，当真是太好吃了。易静璇哥俩吃得停不下来，而这玉米面饼子就着炖鱼，那叫一个香喷喷啊！易静阁觉得他长这么大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4个人把一小锅鱼吃得干干净净，易静阁感觉意犹未尽，好像还能再吃点，可惜没有了。修乐然把那小锅洗干净，烧了半锅水给大家喝。他对喝水的易静璇说：你这个毒大约是有3个时辰了，虽然解了，但是你半个月之内千万别吃鸡蛋，否则2犯了神仙都救不了你。我记下了，谢谢。你们记住了，本姑娘最怕麻烦了，谁给我添麻烦，别说我一把药粉结果了他。哼！你放心，我们兄弟一定会守口如瓶的。易静阁也是一个劲儿的点头，他是爱玩爱闹腾不假，可他也知道事情的轻重啊。你们呢就找个阴凉的地方再休息会儿，太阳下去一些再走吧，我还要去采药去呢。说完，修乐然背着双肩包又上山了。其实呢，他现在不走，主要就是想观察一下易静璇的情况。他回来的时候，修令群和易静璇、易静阁刚刚午睡起来。修乐然又给易静璇把了把脉，然后拿出银针，挨个指头放血。三哥啊，把放出来的血收拾干净，咱们回去吧。明白。回去的时候，易静璇哥俩和修令群仍然坐在马车上，修乐然骑驴。他们下山后没多久，身后就传来了马蹄声。修乐然回头看时，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一匹瘦骨嶙峋、看不出颜色的高头大马。到了近前儿，他慢慢蹭到修乐然身边。修乐然看着他的意思是想跟着他。大马，我要回家了，你愿意跟着就来吧。修乐然在前边走，这马就哒哒哒的在后边跟着。一个娇小的女孩骑头健驴，后边跟了匹邋遢的大马，引得路上行人频频回首。马车里的易静璇看到了，他暗暗吃惊。虽然这马现在很瘦很邋遢，但他还是能看出来这是一匹赤血胡马，是神驹真正的千里马。没想到这马居然喜欢这丫头，主动跟着他，这丫头的运气。远远的看到了城门，要不我们兄弟俩从别的城门进城吧？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也是，那继续走吧。今天的事情你给我烂在肚子里，记着，那丫头可不是好惹的，尤其是她还精通医术。和他们兄妹好好相处，谁也不能保证这辈子永远也用不到大夫。我明白的，五哥放心。修乐然回到家里，大哥，快来看看我的千里马。修令策正在自己的屋子里看书，听到妹妹的声音，他急忙放下书，转动轮椅走了出来。他一出来就看到了院子里的白色高头大马，他立即被吸引住了。洛洛，你哪里买的宝马？他自己跟来的。他就把马怎么来的说了一遍。修令策很意外，但感觉又好像在情理之中。自己的妹妹当真是老天的宠儿，有什么好东西都送上门来。修令策给他讲了讲这马是什么品种，有什么特性，它是真的能日行千里。聪明有耐力，能日行千里，还长得这么漂亮，我捡到宝了。你真的捡到宝了？难怪易静璇总盯着他看呢。大哥，我告诉你啊，修乐然又把他给易静璇解毒的事情也说了。如果不是怕我和三哥被牵连，我真的是不想管。皇家的事情意味着无休无止的麻烦，能不沾尽量不要沾。
洛洛，这恐怕由不得你了。不沾不行了，已经陷得太深了。只希望妹妹不要被他们连累才好。洛洛，你放心吧，易静玄和易静阁的人品还是靠得住的。大哥啊，他们靠得住，那下毒的人肯定不是傻子啊。易静玄出门一趟就解了，人家肯定会怀疑到我和三哥身上啊。没事儿，也只是怀疑，他们没有证据。大哥啊，其实像站队这种事情啊，咱们只要看着就好，最后谁胜了咱们就支持谁呗。事先站队，站对了站错了都有危险。修令策叹息，他又何尝不知道这些呢？可是很多事情他避不开啊。洛洛，你放心，大哥会护着你，永远做个开心快乐的小姑娘的。大哥，大马太瘦了，我要回去给他弄点好料，好好养养，再给他起个威风的名字。你说叫踏云怎么样？不错，好名字。修洛然拍了拍大白马，踏云，踏云，记住了没有？你以后就叫踏云了。修洛然带着踏云走了。修令策叹了口气，妹妹都明白的道理，他又怎么会不明白呢？修洛然亲自到马房挑选了一些好的饲料和草料回来喂踏云，同时呢还给踏云吃了一些治伤的药和打虫药。有了心爱的坐骑，修洛然就开始动起脑筋来，他得好好打扮一下他的坐骑。他定制了一副华丽实用的马鞍，还有一串纯金打造的銮铃。收到马鞍和銮铃以后，修洛然高兴坏了。他带着踏云出了府，准备在大街上跑2圈，跟踏云培养一下默契。结果他悲催地发现，京城的大街上是真的不适合跑马。他又郁闷地把踏云带了回来。有宝马不能骑是什么感觉啊？憋屈呗。他把踏云送回他专属的马房，给他喂上好料。修洛然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继续闷着了。小姐，你咋了？你家小姐我有了宝马却没地方骑。哎呀，还京城呢，这什么破路？小姐，路太破了就修修呗，修得宽又宽，长又长，小姐不就可以随便骑马了吗？修路？修洛然在思考这个可能性，要不找大哥问问吧。大哥，咱们京城修路归谁管？怎么，你要找人修路啊？京城的道路修护归户部管。户部？嗯。户部。修洛然一边念叨着，一边就走了。修令策心说，这丫头不会真的想拓宽京城的大街吧？别说，还真让修令策猜着了。什么？你要修路？袁大人，你没听错，我要修路。确切点来说，我要加宽京城几条主要的街道，比如通向皇宫的路，比如通向几个城门的路。修小姐，你要知道，这官府的事情可不好办呐，我需要层层申请，哪个衙门卡着都能叫我跑断腿啊。袁大人，我和你说实话吧，本姑娘得了匹宝马，想要骑着马上街，可这街道太窄跑不开，就想要把街道加宽。钱呢我出，人呢你用那些平民和乞丐就行，保证好管理，还花不了多少钱。我来找你呢，一来是因为咱们认识，二来因为你在户部当差，正好是管着这摊。我也知道你的官职不大不小，有些尴尬，很多事情你说了不算，可这有钱有人把路修起来，帮你捞政绩，你不是傻子吗？要知道这事儿不一定是非你不可。袁陵是个明白人，一点就透。小姐是说，我只要想个名目揽下这个差事就行，钱和人小姐出。我没人，但是我出钱，有钱还怕没人干活吗？那小姐图啥呀？我已经说过了，本姑娘想骑马路太窄，就是这么个情况。袁大人是聪明人，怎么做对你有利，你自己考虑吧。那小姐的名声？本姑娘也不怕名声不好，本姑娘就这样，虽然和四王爷定了亲，她可能不想娶，我也不太想嫁，但是皇命难违，只能这么耗着。袁大人明白吗？下官好像懂了。袁大人，那你可要抓紧时间了，再过2个多月可就要秋收了，到时候人和车都很忙的，知道吗？下官这就去找人实地勘察一下，看看需要多少劳力，多少车马，多少工期，多少钱。说法上如果有得罪小姐之处，还请海涵。这事儿本姑娘允了，你放开手脚干吧。本姑娘不怕名声不好，如果你做得好，没准以后咱们还有合作的机会。那下官多谢小姐了。不久，户部出动官员，带着京兆尹衙门的人，领着京城的那3餐不济的平民和乞讨为生的乞丐，开始加宽京城的主要街道。告诉你们啊，这路修好以后，走在路上精神着点，
听到马蹄声和銮铃响，马上靠边，靠边，知道吗？有胆大的人一边干活一边问：为什么呀？我们修的路，我们还不能走了？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谁说不让你走了？不是让你靠边走吗？啊！如果你不躲远点，被马撞了活该。哎，别说今天我没告诉你啊！哎呀，行了，你别和关老爷拌嘴了。路修这么宽，哪里不能走啊？干嘛非走路中间呀？到时候撞你不也白撞？干活！我再说一遍，你们记住了，马蹄响靠边站，銮铃响靠边站。不听话的话，出了事儿活该，我们可不管啊！于是，差不多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了。说这镇西侯府的小姐为了骑马跑得痛快，不惜花费大笔的钱修路。她还蛮不讲理，让百姓们靠边走，而她呢，骑马走在中间，撞了人活该。修令群听到街上的人议论妹妹，她气得够呛。制止一下吧，那你说这么多人，人多嘴杂的，他也不好开口，那他只能气闷地回家了。洛洛，大街上的闲话你别听，就当没听见。三哥啊，大街上的话虽然传得有些离谱，对我其实也没啥伤害，你不知道吧？那些话都是我让园林的人那么说的。你干嘛败坏自己的名声啊？我要名声干嘛？反正我已经是名花有主的人了，不需要担心嫁不出去。那你不怕四王府那边对你有意见啊？有意见也得给我憋着，憋不住他找皇上对亲啊。你这丫头，我白替你担心了。洛洛，有些事情过犹不及。我知道了，大哥。我觉得挺好，咱们侯府的小姐呢，就应该嚣张些。洛洛上街骑马，听到马蹄声，百姓靠边，骑马的痛快了，走路的也安全了，两全其美啊！我也要弄匹好马，出门还是骑马威风。三哥，有门路，你帮大哥也弄一匹，大哥很快就能骑马了。好，我说啥也要给大哥弄一匹良驹。洛洛，还聊啊？时间可不早了，要去你外公家，咱们早点去吧。修远仓决定亲自带着女儿去见见岳父，他也很久没有登丈人家的门了。修洛然的外公张月堂是前吏部尚书，前几年有病辞官在家休养，没事呢就种种菜养养花，当然重点还是在养病。洛洛，这是你外公，你大舅你已经见过了啊，这是你大舅母。外公好，大舅好，大舅母好。你还知道来呀？外公，你都不知道，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小脸蜡黄，瘦的跟个小乞丐一样。我爹怕你看到我难受，就让我在家里养养再来。这不，现在养得好些了，我就来啦。你还知道我会难过呀？当初我那么哀求，你还是没把孩子接回来。修远仓低下了头，一副做错事听从教训的样子。张月堂把修洛然拉到一边。来，你和外公说说，这些年你都是咋过来的？张旭刚看着老爹和外甥女儿聊了起来，就示意妻子准备饭菜去。外甥女儿是第一次登门，说啥也得吃了饭再走。看到大舅母出去了，修洛然抓过外公的手腕，认真地拔起脉来。张月堂很是惊讶，但他没有动，他让修洛然继续把脉。外公，你这个是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引起的不定时头疼，还经常伴着心口疼和胸闷气短。洛洛，能治不？头疼能治，心口疼是去不了根儿，但是呢，我能做到让它不疼。真的？真的。爹，你们看，我的伤，洛洛已经治好了，不疼了。媳妇，金钱镖取出来了。刺儿的腿，洛洛也给他重新接上了，用不上半年，他就能跑能跳能骑马了。真的？刺儿的腿治好了？目前正在恢复中。好，中午我一定要好好喝一杯。爹，不行，你这病大夫不让你喝酒。这么高兴的事怎么能不喝一杯呢？大舅，正好我带来了几坛荷花荷叶酒，是给女眷们喝的，度数不高，外公可以喝一点。不过外公你要答应我，不可贪杯。等我给你治得差不多了，你可以多喝一点，但是高度酒不行。好，刺儿的腿好了。真好啊，他那出类拔萃的外孙终于可以站起来了。爹，你可别激动啊，小心心口疼。修洛然打开了随身小包，拿出针灸包。外公你坐好，我给你针灸一下。你还会针灸？当然，我可是神医。那就请小神医给老夫行针吧。
好嘞。修乐然开始认真的给外公扎针。张旭刚把修远仓拉到一边，详细询问了那天他离开之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听说修乐然又挖了一些东西出来，修家大房二房已经分开过了，通向两边的门也只留下了一扇，他就很高兴。早就应该这样了。他很想建议姐夫别让外甥女儿当家了，她还是个孩子呢。可又一想，再不济那孩子也不会把自家东西送给外人，怎么不比公事当家强啊？于是他又闭了嘴。好了，外公快站起来活动活动，以后每天早上起来在小花园里慢走半圈，一定要坚持住啊，对你的身体有好处。身上确实轻松了不少，我记住了。外公，以后我每3天来给你针灸一次，这个药片一次1片，1天3次。这个小药瓶里的药是救命用的，你要随身携带，感觉心口疼得很了，特别难受了，就吃1粒，不难受不用吃。你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你出现那种情况的。咱这只是为了防止万一。修乐然说着，递给张月堂一个玻璃药瓶和1瓶速效救心丸。当然，玻璃瓶上的标签他已经偷偷弄掉了。张月堂接过2个小药瓶，不用吃汤药，这个药效更好。当然，如果你想要吃汤药的话，我也可以给你开几副。鬼才要吃那个汤药呢，这个好，就吃这个。我爹最怕喝汤药了，他这病大夫说不是很严重，他就是喝几副药强了就不喝了，犯病了就再喝，拖拖拉拉的，这病就总是没有明显的起色。外公，你要按时吃药哦，如果你敢不听话，我就给你开10几副汤药，加多多的黄连，哭死你！天天叫我爹和我大舅看着你喝，你敢不喝我就给你灌下去。你敢？修乐然猛地一拍桌子，你看我敢不敢？祖孙俩对视了好一会儿，张月堂笑了。行，外公听话。这还差不多。这边修远仓和张旭刚都松了口气，下人来叫他们吃饭去。张月堂脸色凝重地说：旭刚，这丫头会医术这事儿，还有侧耳治腿的事情，对谁也不能说，任何人。爹，我知道。来给我针灸的时候，就说是我叫你来读书认字的。好。从张府出来，回到家里，修乐然就把修令群找来了。三哥，来，帮我想个办法，把我修路的钱赚回来。露露，你修路花了多少钱？好几万呢。胡扯！修乐然一共就拿出了5000两，他告诉袁玲不够用的时候再来找他要。到目前为止，袁玲还没找过他呢。露露，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有啥主意了？三哥，你去你的情报站查查，看看有啥可利用的消息。看修令群没听明白，修乐然进一步说，比如有个有钱的官员和他头疗的夫人有染，他的头疗呢虽然是个大老粗，却是个会武的，很厉害，这个官员不敢惹，而你呢需要钱。我懂了，我这就查去。三哥，你这情报站掌管情报的人可靠吗？露露，你放心，保证可靠。再说了，我只是让他把情报拿给我看，他知道我对哪个消息感兴趣啊？三哥，你可千万不能小瞧任何人，尤其是那些聪明人。你的手下知道你是侯府公子吗？不知道。那你也要小心点儿。我知道了。哎，对了，露露，上次我们不是去了公家吗？弄到不少东西和钱财。我知道你不喜欢那些物件，也没给你留，都卖了，加上金银和银票，还有我卖房子的钱，有70-80万两，我给你50万两。房子修令群留下2套最好的，他准备给修乐然当嫁妆。三哥，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说公家有钱了咱们就可以偷偷去拿来用，主要是这些钱财差不多都是公事从咱们家拿的，是咱们家的钱，咱们只是把咱们自己家的钱拿回来而已，懂了没啊？懂了。你花钱的地方比我多，给我30万两就行，好好对待你的手下，多培养一些忠心的人，关键时刻他们可以为你拼命，这样的人才值得深交。那天晚上陪你干活的人，多给他们些钱，要让他们明白，你好过了他们就好过，你钱多了他们就有钱花了。修令群去情报站了，修乐然为踏云回来，看到了莫愁。嚯，莫愁，你不但是瘦了，而且还好看了。小姐，我准备给你做几套好衣服，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小姐，我喜欢淡青色的、浅红色的、水绿的。好，都给你做。这人好看了，穿什么都好看。谢谢小姐。莫愁，你告诉厨房，晚上我要吃饺子，让他们做酸菜猪肉和韭菜虾仁的。好的，小姐。
侯府西跨院宫氏的屋子，宫氏把桌上的汤摔倒在地，然后指着修依然的鼻子骂：“这是什么呀？啊！我要的是银耳莲子羹，你就用这个破东西对付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下人糊弄我，没想到啊，居然是我自己的亲闺女舍不得给我吃，我还没吃你的呢，你用得着这么苛刻吗？”修傲然在母亲刚发火的时候就躲出去了，整个房间里就宫氏和修依然娘俩。不是对付你，也不是舍不得给你吃，你是我亲娘，我苛待谁也不可能苛待你。看宫氏又要说话，修依然抬手止住了他。有一句话你还真说对了，你现在吃的就是我的。爹让我当这个家，目前为止他没有给过我1文钱，你也没有。分家之后，咱们家所有的花销都是在花我的钱，你明白了吗？听到这儿，宫氏哑巴了。他当然明白了，可是以前他过的是贵妇的生活，现在他过的是平民的日子，他真的很难受啊。爹让我当这个家，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推不得。咱们家现在能过这样的生活，我已经是尽力了。如果你不满意，要么你找我爹换个当家人，要么你自己拿钱，吃啥用啥你自己置办。修依然说完起身就走，他也是够够的了。如果不是自己的亲娘，他一刻钟也不想待在这儿。3天2头的闹腾，总是看不清眼前的处境。他是脾气好，可他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回到他的院子，他叫来季妈妈：“你套辆车，叫上门房陪着你，把我挑出来的这些下人都拉到衙行卖了吧。”小姐，您放心，这事我肯定给你办得妥妥的。人太多，得拉3、4趟呢。我先找人去东院说一声。去吧。季妈妈出去了。修依然的贴身丫鬟玲珑进来了。小姐，小丫头梅儿来告诉我说，夫人已经悄悄准备好了，后天回娘家。我知道了，给她拿10文钱买糖吃。是，你悄悄告诉二小姐去，不许她跟我娘回娘家。她要敢不听话，我就敢打折她的腿。你把我的原话说给她听。皇宫舒心宫，淑妃站在桌子旁边，看着儿子易敬阳，她特别生气。本宫就纳闷了，你父皇为什么就不同意退亲呢？修家那丫头哪里配做皇家的媳妇，哪里入了你父皇的眼？你也是个无用的。修家那丫头再厉害，也是个姑娘家，你还管束不了她。